Hello， 早上好，宝宝们早上好。早早早，早早早，大家早上好呀！你们吃早饭了没呀？开心每一天。哼哼，哼哼哼，我在那个自媒体这件事情上面跟别人走的都是反向道路，别人都是越播越老，我越播越小。你们发现没有？你们发现没？好多的主播感觉自己从姐姐播成了奶奶，从哥哥播成了大爷，只有我越播越小。你们觉不觉得？啊，是不是？主要是因为我很快乐，我这个人就是从内到外散发着快乐的能量，因为我很爱你们，我很爱我的事业。然后我在这里直播的时候，我不觉得是压力负担，我只觉得是给我带来满满正能量的事情，因为我能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终生的事业。书什么时候出？这次是真的快了，这次是真的快了。你们今天在金贵的社群里面看到没有？我们发出来的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社已经把那个样打出来了，马上就开始大批量印刷了。马上都开始大批量印刷了。你是不是有男人了？这话问的我还能没男人吗？啊，你这话问的合适吗？啊，不能脱离男人的市场，脱离男人的市场，我给你们讲啥呀？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了的，我这个人两大爱好，第一大爱好是快乐水，第二大爱好就是男人，我都没有第三个爱好，我第三个爱好是睡觉，我没有啦。因为爱，所以研究，是吧？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第二是男人我们的直播间是付费连麦直播间，不是免费连麦直播间。我们所有的连麦都是要先预约的，预约完了以后，然后再来送800 RMB 的礼物，连麦时间是10分钟。我们所有的连麦都是没有免费的啊，而且你们必须要先预约，要不然排队是排不上的，光送礼物也没用啊。好了，我们开始连麦啦。你要去参加马拉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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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那个游击战直播啊，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走丢哦，不要走丢哦。好热呀！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说话。喂，曲曲。哎，你好。曲曲，
曲，你能听到我讲话吗？可以，你说。好。曲曲你好，你今天真的很漂亮。谢谢我刚刚手机就是卡了一下。好，你说。然后我关注你有1年多了，然后就很喜欢漂亮迷人又散发魅力的你，让我觉得很有正能量。然后我现在是遇到一点问题，就是一大早就迫不及待想跟你连线了，希望你能指点一下。我是艺术专业，刚刚研究生毕业的，24，然后颜值自评6分的样子。对方是科技领域创业出来的一个年轻大佬，然后有一个小目标。他30出头，就只比我大几岁，然后他也很谨慎，就是我后面才慢慢知道他的身份。我们2个认识是在一个比较就是私密的 VIP 软件上认识的，就见面第1天聊天的时候，就他就暗示了10点半方面的那种意思，但是我其实还没有就是歪批过，所以我就提出就长期才可以，然后1个月期，这个其实当时我就是随口那样提的，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引导我说出就是我的想法呀什么的，我就这样子说了，然后我能感觉到他还是比较犹豫的。当时他还说做他女朋友的话，他会给的更多，这个期就只生活费这样子。然后结果聊天就第一次见面聊天过程里，他就坦白他是围城内的，有一个小孩子。然后第1天见面就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当时送我一个礼物，你注意一下，不要违规啊，不要违规啊。不好意思。你说。然后后面就相处的话，他就说再给后面的，但他就是最开始就说了，就是想找刺激，但是不能给我就是想要的未来。现在是认识刚刚1个月，然后给了7个。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每次见面他都会就提到他的老婆，然后就是不好意思啊，来再见啊，不读清楚连麦规则的不要上来连麦啊，不读清楚连麦规则的不要上来连麦，你们都没有写稿子吗？怎么回事啊？你们都没有写稿子吗？来下一个来。怎么回事啊？这是。Hello， 你好。你好，能听得见吗？听得到，你说。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婚恋关系。就是主要是想在2位男嘉宾中做个选择吧。我的基本盘是年龄26，收入不稳定，平均的话每个月几个 W 吧。学历的话是普通2本，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做主播。有两位男嘉宾，目前男嘉宾1号我们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的，然后现在已经在一起5年了。毕业之后呢，就一直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的家庭条件的话，就是比较一般吧。我们是在2线城市，然后他们家出钱付的首付，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但是呢，贷款呢，就是目前是我在还。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的感觉更像是亲人吧。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半年之前吧，认识了男嘉宾2号。男嘉宾2号比我大6岁，身价的话，一个小目标应该是有的。然后年收入的话，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是1000个吧。目前认识半年，付出100多个。然后他的恋爱经历非常少，只谈过1个女朋友，然后就封心所爱了，然后好多年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我是他的第2个女朋友，目前呢还没有见过面，一直是异地。他是对我就是很认真，然后特别好，想进围城的那种。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了。这俩还不好选？你这俩还不好选？一个破铜烂铁，一个金矿，你问我怎么选？这还用我帮你选啊？你上哪儿遇到这么大个大冤种啊？你上哪儿？你这上哪儿挖地3尺啊？凿了个冤种出来了。对，他就是对我比较认真的那种，就是那你还琢磨啥？你这有啥好琢磨的？这俩有可比性吗？这俩就是不用，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有一定感情在嘛。啥感情啊？你
你这还要你自己什么还某贷某款的，这跟第二个半年给你花了100多个的，这两个放一块比走婚恋，结婚就是柴米油盐，小姐。你这个2号男嘉宾，你跟他见了，如果他真的没有围城或者什么的话，那这个男的真的你可千万别让他跑了呀！你可千万别让他跑了呀！我的天哪！对，现在就是有打算见面了，目前。我的妈呀！你赶紧给他扣住，不要让他跑了。这还有什么好比的？我的妈呀，这还用比？那我在想，如果是就是和2号男嘉宾走婚恋的话，那如果我不做这个行业的话，不做主播了，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对我继续付出呢？你不做主播，你做啥都行，你还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小业务，随便搞点啥呗。再说了，你跟他在一起，他本来就要给你付出这么多，你直接把这变成生活费不就完了吗？你根本就不需要说别的东西啊。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是认真的话啊，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还能付出这么多，还说要跟你结婚的，这种人上哪找啊？好的呢，那就是说，主要是和1号男嘉宾有一点利益牵扯，就是那个房子写的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贷款是写的我的名字。所以呢，该怎么搞怎么搞就完了呀。你这个房子不用管它呀，你接着供呗。你这个房子每个月还多少？不是很多，4、5千吧。你不用管，你就接着供呗。你想供你就接着供呗。但这房子它，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需要。对，你不是很需要，那就把它卖掉呗。卖不卖得动吧？现在。但是他们家出的首付，所以呢？他们家就是买的房，他不是给我买的，是当时是属于买的婚房。哎呀，你卖了该怎么分怎么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要不你卖给他，要不他卖给你，要不你俩一块儿把房子卖了，把米一分，不就完了吗？好的呢，就是完全不用犹豫是吧？哎呦，是这样的啊！要是这种问题还要犹豫，这个跟我们的直播间它完全是价值观它都不相符，你知道吗？你说你跑到我这个直播间来问，你觉得我会给你别的答案吗？你看了我多久？你不了解我是不是？也是看了您很久。你看了我很久，这种问题还用问吗？我们的苦日子过不了苦日子过不了啊，我们知道不？我们主打就是个金贵，苦日子真的过不了。好，我知道了。好吧，就这样啊。好的，拜拜。好的，谢谢。妈呀，什么一个要我自个儿还贷，另外一个半年给我花了100个，这俩就问我选谁，我以为我幻听了呢恋爱嘛，你们想怎么谈，你们反正青春无敌，是不是？哎，你想什么东西都尝试一下，无所谓，没人拦着你。但是你真的到走婚恋的时候，除非你没得选，但凡你有的选，你肯定要过那个物质充盈的生活吧，对不对？那个爱情啊，我跟你们讲啊，真的，如果说在那种非常压力非常大的那种生活当中的话，其实到最后它还是会消磨殆尽的，知道吗？反正你们要是问我，我肯定会支持你们去选那个，对吧？经济条件好的呀，对不对？你妈也会让你选那个经济条件好的呀，你这问谁，他也得让你选那个经济条件好的呀。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想要不想走失，不想跟曲走失的宝宝们啊，不想跟曲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在任何地方突然之间看不到我了，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呢，我肯定会永远的活跃在互联网上，只不过是活跃在互联网的一个什么平台而已，好不好？来下一个，别人讨论我，哎呀，讨论我不太正常了吗？是不是？我啊，自媒体女明星，谁不得讨论一下子？谁不得讨论一下子？你说啊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说，哎，说话，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可以，你说，我首先有两个问题，然后第一个是否应该向父母要房，然后以及怎么要显得合理。第二个是男嘉宾是否是良配，他家里是否有十足的诚意。我的基本盘呢是这样的，我父亲是经商，母亲是体制内退休中等社会阶层，家庭流动资产有1000个左右，家住3、4线城市。然后现在有一个姐姐在老家已婚已育了，然后带3个篮球，目前呢准备在省会2线城市发展。家里在去年的时候呢，在省会买入了1层办公楼，为我今后接手那个家里的生意做准备。我本人呢是本科学历，年龄26岁，身高是166，身材较好，长相6分左右，甜美气质型，外冷内热。目前呢是在省会国企平台学习历练，家里希望我是结婚以后就回归家里事业。男嘉宾呢是本科学历，目前在读在职研究生，年龄是23岁，独子，身高是180，外形帅气，目前就职省会头部券商。与我呢算是青梅竹马吧，然后父母也都是相识。他家的固定资产呢，大约有1000个左右，有3套房，分别是在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城郊以及老家各一套。他父亲今年升任省会国企小领导，年入有80个。他父亲是比较喜欢我的，他母亲呢是在老家体制内，消费比较高，爱享乐，对父子俩关怀付出比较少。我们俩现在是谈了有8个月左右，前2个半月呢是在热恋期阶段，天天见面，也都是男嘉宾来接我，中间呢是因为沟通问题出现了有一些误解，冷战了有3个星期，后来因大人介入然后和解，现在处于是感情的平稳期。半年的时候谈及了订婚事宜，我要求是要有婚房，不论大小，且不想与老人同住。男生的父亲说是将省会大房子卖掉，置换一大一小2套房，我们住大，他住小。家里认为是看中男孩本人，就是说我不懂事，让我不要婚房。然后呢，家里说要给我购置，我这才同意下来。最近看房子呢，我提出是为了规避风险，建议在婚前购入，不属于婚姻共同财产。父母考虑到结婚前买房的话，时间会比较紧张，说婚后再买。你爸妈是脑子是糊的吗？你这啥情况啊？你这爸妈，你这爹妈咋回事啊？父母是觉得男孩就是个人情况以及家庭条件都不错，就是而且男孩年纪比较小，也是考虑到我比他大3岁，然后也怕我就是因为自己太任性就错过了他们，就觉得可能也是觉得他们本身条件也不错，就是希望我做出这方面的就是退让，因为觉得家里不缺钱嘛。人家又没有说不买婚房，你说买婚房，人家不是同意了吗？但是他父亲提出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就是他让我们住大，他住小，我没有办法说，就是我住这个大的，让老人住小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非常好呀，老人要那么大房子干什么？他腿脚走路还不方便，走来走去的，他就住个小房子，不是很方便，很实用。对，是，但是你这个事情让外面人听起来就显得像这个女生不懂事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让我的话，我也觉得确实这样会显得有一些咄咄逼人。OK， 好，就按你父母的想法来，那就双方家里提供一样的资金去买房嘛，也可以啊。但是就是目前，我相当于是我有一个亲戚和他爸的父亲，
关系很好。然后我这个亲戚呢，是跟我有像是我父亲的兄妹这种关系，然后就很亲近。然后他呢，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亲戚，所以我和这个男孩才有了开始。因为我这个亲戚呢是和他爸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爸就是相当于做了背书吧。他爸也比较就是相信我这个亲戚，觉得我这个亲戚人不错，然后也觉得我们家就是家人都不错，觉得我应该我自己本人应该也蛮好的。然后所以说就希望我和他儿子结婚，这样就是他。我说的话跟你说的话哪个地方冲突了吗？我说让你们双方家里拿出共同的资金来购置房产，这个事情跟你刚刚跟我讲的这一大啪啦子有什么关系啊？然后目前了解到的这个亲戚了解到他家里的现金情况就是，买房是没有要贷款，然后呢前2天给这个男孩买了一辆小50万的车。你又在说什么呀，小姐？哎，咱们能不能就是我说什么你跟着我一起说行不行啊？你不要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是怎么回事啊？好啊，我的问题你到底卡在哪儿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双方一起花米买房子？他没钱，你就回答我是不是他们家没有？对，我家里人也认为他们家没有。他们家不是愿意卖房子吗？那就卖了，把米拿出来就好了呀。我家里人认为就是我不能这样。你家里这不让那不让那不让这不让，你又没有话语权，那你来跟我连麦干什么呢？让你爹来跟我连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出主意，那你就要去做。你要是落实不了，那我们说来说去说个鬼呀！就是我有点扭转不了我父亲的这个态度，然后我昨天也尝试跟他沟通了，他觉得是说我们家里也是看重小孩自己，看重男孩本人，然后希望不想让我去要房子这么大件儿。然后说那我说好，因为我家自己本身有，你们也给我准备，然后婚前这个房子写在我名下，我也不跟他们要，我这是相当于做出了妥协。然后就是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家足够的诚意，如果是婚后就是对我不够好，我希望我是有底气可以离开的，这样没毛病啊。然后呢？对，但是现在我是说我想结婚，我觉得是确实我也不是说就是结了婚以后是希望离婚的，我肯定是不希望离婚的。不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你的说法都是对的，你就去做，你就去落实啊，那就买呀，婚前就赶紧买呀。如果你能说服你爸，你就赶紧买呀。对，我爸已经同意了，给那就行了啊。房产置于我的名下，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对男孩，就是对男生家里又看不到足够的诚意，我对他们有一些就是内心很不平衡，我就觉得我现在有内心有这个抵抗的情绪在，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让我平息这个心中的情绪，就是要探测出对方是否有足够的诚意，以及我有信心要和他进入围城这样。你挺搞笑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对方如果不买房不拿米，你认为这个婚就结得没意思，你就别结，那么你就坚定你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你违抗不了你的父母意愿，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出让步跟妥协，那么你就等于说你结这个婚就是为了让你父母满意，那就不存在于什么我觉得他们家没诚意这个那个，你又没话语权，那你管人家有没有诚意？你爸妈觉得够就够了呗，你爸妈觉得行就行了呗，你2条路选1条路走，知道吧？因为目前也是综合条件来看，这个男孩确实是我目前能选到的比较好的一个。没人说这个男的有问，我没有说这个男的条件有什么问题，好不好？我认为你的理解也是完全对的。但是你不要想着什么你又要听你父母的，然后又觉得他们家没诚意，那你是你自己给自己搞拧巴了。要么就不结，听你自个儿的，要么就听你父母的，你就结是结了，反正你父母都愿意吃亏。好，那曲曲觉得就是我跟我父母要这个房写在我的名下，婚前写在我的名下是很合情合理的，对吗？当然的，当然合情合理啊。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亲戚就是有
就是觉得男生是有做生意的料，然后有想培养男生主导生意，我掌握财权的这个想法。然后，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十几年之后的话，色衰而爱弛，男生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然后我人财两空。你想的都是对的，你想的一点毛病没有啊！你有这种风险意识是对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好吧，不预设问题啊。对，然后我就想觉得说那个想问一下曲曲，觉得家里人的这个打算对我算是有利的吗？然后以及怎么安排终局才会是对我有利的？问题在于，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问题是在于你说服不了你爸妈任何，你问这个问题等于白问，问题在这儿，知道吧？你的这做这么多思考等于白思考，最后你也说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两个人脑子是浆糊。问题在这儿，要是我就建议你自己管，公司自己管。好吧，你觉得我是有这个管理公司的这个能力？那我哪知道呢？那我哪知道你有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呢？那你没有能力，你就更没有话语权了，你只能让别人管。我都说了，没有选项的事情就不用拿出来问了，是不是？好，好，我明白了，谢谢曲曲。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也别怪了，这什么呀？稀里糊涂的父母的脑子的养个姑娘也是稀里糊涂，我天哪，完全说话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哎，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哎，怎么总有这种？我跟你们讲啊，女孩子啊，真的，你们的不配得感呢，真的是被你们的父母养出来的，是不是？父母就觉得自个儿不配，他天天就给你灌输，天天就打压你。把别人捧得无比之高，把你搞得无比之低，然后导致你们内心反复的自我怀疑，是吧？然后那个男孩子再多说两句什么，你马上就觉得完了，我爸妈也这么说，对不对？养女儿的爸妈能不能争口气呀？真的听着就来气，恨不得把你大甩卖了都，是不是？抻个筋把你大甩卖。实在不行的话，不要钱，你拿回去拿走就行，有差到这个份上吗？我真是服了，有什么不配的呢？对不对？你们都支棱点好吧？我跟你们讲，我不管你们父母是什么样的，那你们今天到我们直播间了，对不对？我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你们不要谈这个数啊，你学与不学，你用不用得上？有些东西你一定用得上，什么东西？能量、磁场，这玩意儿你绝对用得上，好不好？你们就把我身上这个能量、这个磁场好好的吸一吸，消气，对吧？然后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啊，跟你们爸妈对话的时候，跟打压你们的父母对话，或者是跟打压你们的男朋友对话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曲曲附身，好不好？你脑子里马上曲曲附身，这要是曲曲他会怎么怼他？给我干回去！哎，真是听着就来气。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想要加入我们的金贵大集体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我这边是想咨询一下感情问题。恋爱长跑无法推进，想明确继续有没有可能进围城，就如果止损的话该怎么操作？我34岁，家庭一般，工作现在也不稳定。内耗存储吧。然后男嘉宾31岁，然后工作稳定，他说月入1.几 W， 然后家庭一般，没房有车。我们是13年底认识的，然后17年底结束异地，到他的城市工作至今，然后分分合合的吧。稍等一下，然后美女，因为你说话有点黏啊，我有些听不清，我确认一下，你们是从13年开始谈恋爱的是吗？对，13年底认识的，然后到现在，然后他开始追我，
然后到17年结束的异地。哦，然后是一直都在，现在还在一起谈恋爱是吗？对，现在在一起，但是期间分分合合多次吧。没有结婚。没有。好，接着说。这网上有点卡。就是过来这边之后呢，就从2线到新1线吧，然后就是关系就开始反转了，就开始感觉被拿捏，他劈叉，然后聊软件啊，就是平时讲话也不诚实，就含糊扯皮的那种，就好的时候画饼，不开心了就直接冷战，甚至单方面提分手。然后期间我也多次主动跟他谈以后，但都是不了了之，就是双方有去见过长辈，各自父母都不太喜欢对方。我们期间有同居过1年吧，将近。然后去年5月的时候见过我父母，本来走流程，但后面就不了了之了。然后9月份他单方面提出分手，然后就搬走分开。然后今年4月他又开始联系我，就是6月复合了。然后他就说结婚啊，大方向一致的。然后我们又在一起了。然后这几个月吧，感情也是时好时坏的。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什么搬到一起住，然后我就很犹豫，就是这2个月一直在拖着。然后我就说让他给我就是推进，给一个期限，然后他就说年底工作稳定，感情稳定就订婚，就我心里也没有底。还在订婚，他啥水平啊？个1万多一个月是不是？他说是1万多，1万多一个月，还是要什么？多少年了？13年到10年恋爱长跑，完了以后还要先订个婚，他什么身价？他还要怎么摆个订婚宴？他说双方父母就见一下，也没有说其他的。我问脑就到时候再脑就包吧。哎，姑娘，咱们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好不好？跟这个人耗了10年了，蛮简单，要不现在就领证，要不就拜拜，好不好？只有这2条路可以走啊。他已经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他在新1线城市是吧？对。他已经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不能再普通了，好吗？你再跟他耗的你的娃都生不明白，到时候你都34了。对，身边人也都劝死了，但是我还是想听你说。我的意见就是要么领证，要么拜拜，2条路选1条路走，没有第3条路，没有什么耗啊等啊，什么同居啊，什么还订婚呢，订个毛线，不用订。他什么水平他还订婚？怎么着？订婚的时候是不是要摆一席，搞个大钻戒？结婚再摆一席，再搞个大钻戒，是这意思不？不是这意思就不用劳命伤财了，好吧？我有说先不买房，先结婚领证什么的，但是他不同意。所以说这男的一直在骑驴找马，他一直在想找机会把你踹了，搞了10年看不懂。越是他们这种普通的，越是喜欢这样搞，高不成低不就，懂吗？因为他看你他看不上，然后呢他在外面去扒别人的吧，他又扒不住，就是这么个情况。他觉得他在超1线城市生活压力又很大，他又想扒高枝，结果他又扒不住，然后他又不愿意撒你的手，每次分分合合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不就是这个事件本质吗？只有你接他的盘。对。就这一次复合的话，我也发现他有一个女的联系了好多年，就一直在联系，搞也搞不定，现在就不是。说个毛线，他也搞也搞不定。你吧，他也不敢撒手，他也知道，他把你撒手了，他又怕一个都没有。高的吧，他又搞不住，你还跟他在这耗什么呀？你心甘情愿给人永远当备胎，随时随地等着被踹，什么毛病呢？我告诉你，恋爱长跑啊，很多大部分都没有好结局，你知道吗？因为恋爱长跑的本质就是因为其中有一方看不上另一方，这个就是本质，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在自己心目当中在设定这个结婚框架的时候，它有条条框框的标准。为什么会出现恋爱长跑 N 年的长跑最后结不成婚的这种逻辑，是因为其中有一方从头到尾都认为对方不吻合自己的择偶框架，但是呢他想扒高的他又扒不上，所以他就一边跟这个人在一起，他又不愿意挂空的，明白吧？他又不愿意挂空的，然后呢他就一边骑驴找马，然后呢找也找不着，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才会呈现恋爱长跑不结婚这件事儿的，懂吗？除非2个人都是不婚主义。所以他说
他说年底订婚是不太可能，是吗？不是，你还没明白吗？订婚本质这件事儿就没有意义。我第一句就跟你讲了，他不需要，懂吗？他没有这个身家水平，他是不需要走这种流程的，繁琐的流程的。他所有的这种动作跟你说出来的这种话，都是为了拖延，一拖再拖，并不是他真的想给你一个结果，是他为了拖延。反复的拖延，他还是在最后，他一直在内心当中侥幸，希望能够搞定更好的，懂吗？懂。所以我俩没结果，他现在反正也不会跟我结婚，那就是拖着。对，你应该迅速的找下家，懂吗？迅速的找下家。我一开始也没有看上他呀，是他追了我2年我才接受他的，但是我来到这边之后，他就开始这样子了。你不明白一些道理，我告诉你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你管不着他，你懂吗？所以他可以在手机上面给你演诚恳，因为演了不会露马脚。但是两个人到一个地方之后，他的马脚藏不住，因为他还要跟别人接触，他的时间管理上他管理不过来，这个是本质。并不是因为他原来追你他都有多么的用心，他不是一个概念，是因为原来他有空，他现在没空了，所以他就毛躁，明白了吗？你赶紧对碰，赶紧把软件打开，疯狂对碰。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是这样继续在外面，还是就听家里的找个人结婚？赶紧找人呐！我都说了，赶紧找人！你耗着干什么？你还晃？你再晃，你错过生育年龄了，你听不听得懂啊？到时候你怎么找对象？你工作又不是说很大收入的人。明白了。1分钟都别耽误啊！所以现在我就直接跟他断了。对，1分钟都别耽误，1分钟都不许耽误。好，就这样，拜拜。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听懂那些人为什么要抨击我了吧？听懂了没？听懂为什么他们要抨击我了吧？以后这样子，只要我告诉大家，只要我还能在互联网上露脸，我告诉你们，这种被别人白批青春多少年的女孩子就会越来越少，好不好？你们但凡是多听我几场直播，你们马上就会发现男女关系之间的真相是什么。真的，因为年轻的女孩子还是会一茬的出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听到我的时候啊，觉得哎呀，我要是当初听到你就好了。但是现在还是依然有更年轻的女孩子来到这个社会上，对吧？还是会遇到那些鬼呀，那些鬼只增不减的，对不对？但是起码你们在我这里听直播很简单，这种事情这种案例你听个1次2次心里有数了吧？我是不是跟你们讲了的？不要跟别人搞什么恋爱长跑，搞什么恋爱长跑啊？你的青春就是最值钱的东西，对于女生来说青春无敌。我告诉你们，你们用你们的青春不知道可以博到多少东西，别管你是走雌性走雄性，明白吗？把自己的青春珍惜好，把自己的时间珍惜好，在你们有限的青春里边，然后让自己去发光，明不明白？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跟一个男的在那鬼耗什么东西啊？所有的恋爱长跑不结婚，全部是骑驴找马，全部。我今天就把这个话说死，没有一个例外，全部。你们不要不相信，知道吧？我跟你们讲的有些东西啊，我跟你们讲出来的现实啊，你们自己根本就悟不到，真的。我刚刚跟他讲的，如果不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就会觉得原来他对你是很用心的。在你们两个人异地的时候，他在那个手机里边给你传达那个爱意啊，浓浓爱意啊，把你个耳朵都给你灌醉了，是不是？你就会觉得那个男人曾经对我是很用心的，曾经对我是很好的，他曾经是很爱我的，他是很看重我的，其实都是屁。本质上来说，有时间他就能哄着你玩嘛，对不对？
反正相隔两地，对吧？我个手机我想怎么发怎么发，个电话想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挂了电话的时间都是他的。你看不见他，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知道他干嘛？你知道他跟谁在一块儿？他跟你发的同时，他可以跟10个女的发，对不对？但是你们在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行了，完全不行了，玩不脱啊，对不对？是不是玩不脱？他主要就是时间管理能力不行，他时间管理能力不够，明白了吗？他又没米，又没实力。你们以为是什么？总是把它当作是感情的深沉。我告诉你，感情的深沉，他就是想跟你结婚。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知道吗？又不是什么超级钻石王老五了，是不是？普通人跟普通人在一起，不就是想要结婚，想要传宗接代，还想干嘛呢？他不就这么点事儿？你说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把曲搞丢了的宝宝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这个金贵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最多想结婚的呀，我跟你们说，1年半到2年，那到顶的顶了，知道吗？Hello， 你好。你好，可以听见不？哎，听得到，你说。你好，曲曲。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超一线城市的土著，然后小时候呢，全家就是润到了国外去拿了卡，然后我们家庭资产，但是现在还是住在超一线的城市，然后资产大概1000多个，那我个人的年收入现在是40个左右，那平时呢也是就不给自己打分，平时也有人夸。然后我现在是29岁未婚，那是面临人生的2个选择，想要咨询一下哪个选择更好一些。然后第一个选择是目前交往1年的男友入围，然后男友是比我小1岁，年收入也是40个左右，他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他是给了我比较高的一个情绪价值。那但是他有个问题，他的父母是早年扯证，然后各自成立自己的家庭。那他妈妈这边资产大概是2000个左右，爸爸这边稍微多一点，但我不确定是多少。那他是跟他妈妈，那他父母后面成立家庭之后没有再生，所以他相当于是唯一亲生的小孩。那我现在跟他说要入围城这个事情，他也在积极推动。那他家庭是说可以拿出1000个给我们给买一套房做结婚用嘛，但是这个肯定是不能写我的名字的。那这个选择的优势是在于男方对我很好，然后工资是可以愿意全部给我，生活也都听我的，然后他也肯听我的话去奋斗。那我们计划3年内可以最高达到大概也就是100个家庭年收入左右，但这个劣势就是钱比较少。然后第二个人生选择是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我们润的那个国家做生意，他的年收入是1000个到2000个年收入。那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拿了那个卡嘛，那他也同意我可以现在放弃国内所有的东西过去帮他的忙，但是一开始我给他打工的年收入估计只有80个左右，但是学习个几年，他如果愿意扶持我开自己的事业，那收入会高很多，但这些都是未知数。那有个问题是我跟他因为是同父异母，然后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了，那我的妈妈其实相当于是他的那个母所以我跟妈妈一直生活在国内，就我跟哥哥一直是有联系，但是没有很亲近。他属于是会帮我，但是不可能无底线的帮我。那这个的优势就是在于这个钱很多，其实未来比较可期。那这个的劣势在于，就是首先我是要放弃所有国内一切我的那个工作，还有学习，还有人脉，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跟苹果有关的一些，就是我是在做苹果的一些项目，所以可能就是人脉资源都要放弃。第二个是那个国家的
婚恋问题几乎没法解决，因为我已经29了嘛。然后那个国家是第一个中国人少，第二个是单身男生更少。然后我也试过在那边相亲，但是都是不要违规啊，失败的。不好意思，对，砰，但是都是失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过去的话，可能婚恋就解决不了，所以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句句，现在是这2个选择我比较适合。为什么不能跟这个男朋友结婚的同时去跟你哥工作？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带他去的话，那这个关系就是我帮他更多，而不是他给我更多的价值，是我给他更多的价值。可是这不就是两全其美了吗？对于你个人来说，不就是两全其美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觉得自己吃亏了呢？妈呀，你们这什么心态呀？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来说，明明就是一个最优解呀。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放弃国内的一切。他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放弃，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可以去这么去争取啊，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导啊。所以您觉得这个男生是 OK 的？有什么不 OK 的？这不挺好的吗？门当户对。好的。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你说的这个情侣之间价值匹配的问题，然后我一直也很想知道，作为一个29岁的女生，然后我这个情况，我应该去梦想更大，还是说我就是这两件事压根就不冲突，你想多了，知道吗？你们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想多了，你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那么的计较。如果你那么的计较的话，你未来的事业也很难出大成就。就是格局要放大。对呀，对呀，你所有的努力本来就是围绕着自己在做呀，别人本来就都是顺带手的事儿啊，并不是说你是为了削弱自己的利益去成全别人呐。你在这个事件当中根本就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怎么能够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去思考问题呢？但是就是因为我对出去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要全部依靠我的哥哥，因为我本身在当地没有，那又怎么样呢？没有语言。但是你自己也说了，这条路你认为它的经济发展会更好。对呀，对，你靠谁不是靠？好，我明白了，谢谢，拜拜，拜拜。你们是什么？生怕好死别人是吧？是吧？生怕好死别人是吧？我为了不让你吃着，我也不吃，对不对？哎，我为了不让你知道，我也不吃。我想的有一个笑话，我看到他们那个有的女孩说，在老公负债不是负债，说在老公做生意不好的那几年，她说我硬是天天陪着他吃腌菜萝卜，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有几百万的存款。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我可以跟他同甘共苦，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存款告诉他，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吓人！咱们能不能格局打开一点，好不好？杀敌1000还要自损800，合适吗？咱们能不能讲一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对吧？把蛋糕做大，不要老是想着这不是你吃就是我吃，哪有这么个逻辑呢？能不能把个格局打开一点？哎，小鼻子小眼的女人娘们唧唧那种感觉，是不是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啊，一定要加入我们的金贵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啊，每一次不一定在哪儿，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Hello， 你好。到我了吗？哎，你说。Hello， 我听不到了，你不要退出哦。现在听得见吗？可以，你说。
哦，你好，就是之前我认识一位大佬，然后呢，到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有4个月了，但是之前2个月呢，他就付出的比较多一点。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啊！不要动麦，然后之前在一起，就是之前2个月大概付出了50多一点点，然后中间有1个月呢没付出，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然后他帮我拿了13个，但是我做完手术以后中间呢他并没有给我那个米，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要，然后呢我恢复完以后呢我来见他了，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是很明确的要付出那样，然后他昨天晚上他就跟我有点像画饼一样，然后他就说，他就问我有多少存款，然后我就说我没有，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看到我的那个那个什么短信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只是想知道你有多少，然后我并不会怎么样，然后呢就说一大堆，然后我就说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有自己的秘密，他说好，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会帮助你一起买房子的，然后我就说那什么时候才买啊？他说我们慢慢攒吧，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中途呢，他让我跟别人签一个合同，就是每个月会给我打多少米啊什么的，但是我拒绝了，大概是在2个月以前吧。为什么拒绝呢？因为我觉得那样不太可靠，我怕不安全。不安全？你问过律师吗？不安全？不是，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和他才在一起没多久啊，才3、4个月。那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害怕呀。怕什么呢？然后怕什么东西？就是害怕，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就因为之前我是在 YC 上班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不要去上班了。之前那2个月我照样去上班的，然后他就有点不开心，他也不会明说，然后就阴阳怪气的。然后因为他也没有直接就是说，很大的付出或者给我承诺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有点不太能接受，我还是照样去上班了。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我就没有去了。然后呢，他也没有像最开始那样就给我付出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直接开口呢？啊？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你啥问题啊你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话，我怎么让他先给我一点承诺呢？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有什么想法？你干嘛要别人猜呀？那就说我应该跟他说，你先给我一点安全感，对吧？因为你直接说，精确到小数点儿，什么安全感？什么安全感？不就是米？对啊，是米啊。对呀，但是我又觉得他都说了，他说慢慢攒吧，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就觉得，就如果说我看不到那样的什么。一下给我很多的话，就是他给不了我安全感的话，我还是想去上班的。对，那你就直接说呀，大姐，你想要多少？不是，但是我感觉我怕被拒绝，然后不敢说。拒绝了，你不是还是去上班吗？本质上有区别吗？没有，我想的是这样，因为我是来到他的城市的，然后我就是今天就准备要回到我的城市了，但是他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说先给我一些你是不是花之类的。你个脑子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去拍个 CT 看一下好不好啊？啊，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不是。你下去先学习一下行不行啊？你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找骂。哎，你自己有什么诉求能不能直接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站着要啊？你从 YC 出来第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吗？没有，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是说我应该就你的意思我全听懂了，我的意思你一个字儿没听。你从 YC 出来的，你懂不懂？怎么样能够让客人更喜欢你啊？我跟你聊这个逻辑，你能明白吗？明白。你说给我听。就是说得，就是现实一点，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吗？我的妈呀，你个稀巴烂！你以前在 YC 一个月挣多少啊？啊？可能20吧。纯靠年轻漂亮，是不是？纯靠年轻漂亮一张脸，对，往那一怼，啥也不会。是这样，我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城市。如果就是说我给他提一些要求，如果他不能答应的话，我就直接去上班了，对吗？
对呀，你直接说，咱们就是好好说。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我想要每个月多少，直接说；或者我想要你先一次给我多少，直接说。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啊就好了。如果他拒绝，你说那我们2个人可能就不能在一起。你说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就好了。哦，他之前还有说要给我开店，但他说啊，我觉得你太笨了，你不适合开店。反正你都是，你看你开店也是为了买房子，那我直接帮助你买房子不就好了？万一你亏钱了，还买。他说的是对的呀，他本来他表达的意思非常好啊，他哪句话说错了呢？那你觉得我应该要多少啊？我哪知道你应该要多少？你想要多少？因为我觉得他之前他就跟我在一起就那开始1个月就付出了30多，然后后来第2个月又付出了20多，中间歇了1个月，然后后来又付出了10，加上买东西什么，一共78左右吧，76、78吧，到现在4个月，但有1个月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呢？你想要多少吗？不是，我是觉得至少也先给我30、40吧，然后就是让我先。哎，那你就直接说，你说你每个月1号准时准点给我多少，精确到小数点儿，听懂了吗？就直接这样说，对吧？对的，直接说，反正别人拒不拒绝你，别人现在你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你啥意思。完了以后你自己跑去 YC 继续上班，你还不如跟他说，说完了人家明确的拒绝你，不行，搞不了，你再去行不行？也不得罪人，好吗？好，因为我觉得他昨天晚上就非要问我多少钱，有多少米，然后就一直拿着我的那个手机，就非要问我，然后我怎么样我都不说出来，他就说感觉我在骗他，他感觉就是他不够信任我的那种吧。人家为什么要信任你啊？我是搞不懂了。那他不信任我，他就不会给我花米啊。为什么他一定要信任你呢？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不可？骗他什么的？你闭嘴吧你！什么他以为你以为的，很简单啊！我告诉你，人家想问什么你不想回答，你就直接不说。他不信任就不信任，不重要，因为你们2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情感基础，不信任是对的，不信任是应该的，听得懂吗？你不要去纠结这个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什么，你在这个关系里你求什么要什么，咱们就清晰表达到小数点，听懂了吗？反正我就直接就说你给我生活保障，不然的话我就要回去上班了。然后因为我怎么就这样说。不用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要每个月固定的多少的生活费啊，然后你每个月1号或者每个月5号，你跟他说清楚，懂了吗？然后别人拒绝你就不用说了，你可以自己回去上班，你也不用通知人家，好不好？然后他昨晚那个感觉他有点像画饼，他跟我说，他说的就是他说这个过程呢可能会稍微有点慢，他说因为我操作什么。小姐，他是在画饼，没毛病，好吧？就是在画饼嘛。是在画饼啊，哪个承诺不是饼啊？之前对我挺好的呀。哪个承诺不是饼啊？谁给你的承诺又不是个饼呢？但我感觉他就对我很好的那种，就细节什么的，就是经常买东西什么的，经常就是你去逛街吧，就经常给我米什么的，就那样。所以呢？所以我感觉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画饼，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应该怎么做。你下去先学习好不好？我强烈建议你下去先把《金贵的关系》看完，好吗？虽然我知道你不爱学习，但是我还是强烈劝一劝你啊，好不好？先下去把《金贵的关系》看完啊，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啊，太愚蠢了，你问的问题。反正我就直接要就行了，对的。然后到时候不给我就那个什么办，就回归自己的生活。对的，非常好，非常好。万一他跟我讨价还价，我怎么办？讨价还价，你自己心里也要有价格底线呢。如果太低了，我就直接就说，那还是不行，我得有我的工作，因为我要买房什么的，对吧？哎，好，非常好啊。就这么简单，我想太复杂了，好吧？谢谢你啊，曲曲。不是因为想的复杂，是因为脑子不行，知道吧？真的，你们纯是脑子不行啊！姑娘们，纯是脑子不行啊！哎，就是越是脑子不行，还越是喜欢想，是不是？越是脑子不行，越是不愿意学习。我跟你们讲啊，在我这边啊，把我们金贵的关系从头到尾看好多遍的呀，做好多笔记的呀，都是本来就拿结果的人，你们知道吗？在我这里啊，把我们的金贵的关系那个笔记记得密麻记好大一本的人，都是原来本来就拿到结果的人。真的，就是越是钻的人呢，他就越钻；越学的人吧，他就越学，他越
越会搞的吧，他就越想变，就是想变得更会搞，他都不是这样。然后那个脑子越不清白的吧，他就越不愿意学习，他就越不愿意看，他就是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吧？真的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们这边有那种，就是真的是手上称几千个 W 的小姐姐啊，真的是手上就是称几千个 W 一直走雌竞的，一直走雌竞，手上称几千个 W 的小姐姐。别人就是这里学完那里学，那里学完这里学，然后他每一天把我的东西啊，从早上开始就放到耳朵边上循环播放，每天听，然后他那个本子真的是记得密密麻麻，你们知道吗？别人都是已经是走雌性，手上已经称几千个 W 的人了，我不能说是人家学了我的东西变成这样的，人家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完了以后他还要学，他们都属于是这种。你看你们这个脑子啊！还至于吗？你去了解了解就知道了，好不好？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啊，或者是想要链接取的宝宝们啊，怕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下一个，换地方是正常的，我们经常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Hello， 你好。哎，你好。喂，亲戚可以听得到？哎，不要退出啊，不要退出。听得到吗？哎，你说。非常喜欢你，我也是金贵的学员。我在你这儿学完之后收获很多，所以我们家亲戚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就马上想到你了，也想跟你连麦，就是想让你帮忙分析一下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的情况现在是这样。我这个亲戚家的这个男方呢，他是35岁，他们在超一线，家里资产呢大概2-3千个。这个男生呢年收入是50左右，他现在也在创业。这个女孩的条件呢，他们俩都是单身。女孩呢是25岁，她是单亲家庭，她年收入是20左右，她的工作和家庭都比较一般。我想咨询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家遇到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男孩明确了2个人不可能进入围城，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带球了，她坚决不处理，男方呢就想处理。问题呢就是想说我们应该怎么跟那个女孩沟通。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呢是，这个女孩怀孕就是带球已经4到5个月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其实这个男方也有问题，是他一开始都没有跟他父母说。当这个女孩直接上门找到他父母了，他父母才知道这个事儿，知道之后就开始沟通解决。最开始是他们俩直接沟通，就想着男方想让他去处理，但是女方不处理。后来他们也找了就是双方认识的第三方进行沟通，然后据说呢，说那第三方跟那个女孩也经常沟通，每次沟通3个小时，也跟他讲明白了道理，说他现在25岁，年龄还小，未来那个生活还很美好，也不可能结婚，就想让他放弃。经济补偿呢是可以给，就希望他处理。但是这个女孩现在的态度呢，就明确给他说了可以给经济补偿，他现在就不开口。他想要什么，他想怎么着，他都不说，他就是也不处理，就一直是坚持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信息呢是，那个女孩最开始说她想生下来让她妈妈给她带，要求男方的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后来呢，她又说她妈妈生了一场重病，照顾不了这个小孩了，要把这个孩子呢要给到男方抚养，让那个女方呢还要求每周去探视2次。所以我的问题是，第一个呢，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尤其是他已经4-5个月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在很尽力的去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无论是找他的妈妈，还是说怎么样通过谁跟这个女孩再沟通一下，从哪儿能够切入引导一下，劝他让他先处理了，就经济补偿这些都没有问题。希望琪琪能
打开一些思路。你是站男方这边的是吧？是的，哦，听明白了。那你们这遇到个狠人了呀？你们这是属于遇到个狠人了。你们这个男方家里条件很好吗？他在超一线，家里就是有2-3千个吧，就是说他父母的那个都是就是高知吧，然后其实对他未来也比较影响也比较大，就希望这个事情最好能处理。这是第一个问题，曲曲，我还有第二个问题跟您说完了，然后您可以综合看。第二个问题呢，也由于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达到4-5个月，如果说持续却说不行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生下来了，我们是怕他呢，当然也一定会存在这样，就是怕他持续拿着这个孩子，就一方面如果他要带，或者是他不带给到男方，他要持续永久性的去跟这个男方纠缠，就这个点怎么给他破？就是说，即便这个已经往后推进了，纠缠的时候，怎么样从哪些点是说使得这个纠缠也小一些，或者是说这种频次也能够少一些？总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小吧。就是你们在谈费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就是说有律师做公证。然后包括这个费用出来要求是什么，这些要求都要1、2、3、4、5写得一清二楚。你们得寻求法律的保护，你们光说没有用，知道吧？这个也确实找过律师了，然后律师他就是官方的说，我那个你这个有什么风险，怎么样？那个女孩也找律师了，不是，男方也找了。我跟你说的意思是，到最后你们真的希望减少纠缠。所有的东西白纸黑字写下来，就是在给米的时候，一定要把白纸黑字全部写下来，知道吧？哎，怎么见面，怎么回事儿，有些什么事儿是不允许干的，这些东西全部要落实，才能给这个米。否则的话呢，很简单，不搭理就完了，懂了吗？您是说，就是在现在这个就可以不跟他联系了？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从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的。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啊，我跟你讲，其实从一开始就该这样的，因为你们的态度啊，你越是去跟他谈，他越是不会跟你们做妥协。对，其实就是你说的对，我们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反复的找各种人，找律师，找第三方去跟他谈，他反而这个态度越是这样了。对的，其实就是从第1分钟开始，就是立刻马上男方家里全部达成一致。立刻不搭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懂了吗？但是呢，你们这个事儿干得太黏糊了，又是聊，又是谈，又是这又是那的，反而他就铁了心的要搞这个事儿。在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不搭理他，然后就那个孩子就生下来以后，那他再来反复的找我们，再来解决后面的问题是吗？如果你们想要主动权，只能是这样。但是你想引导他，现在处理孩子已经不现实了，知道吗？已经不现实了。你觉得一点沟通和可能性都没有了？这个就是说，其实你们这种事情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想办法，而不是就你们一开始要是找我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搭理。你们现在到这个点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她是不会处理了，她100%不会处理了。你只有你完完全全的不理的情况下，他说不定还有一丝丝动摇，但是这种动摇的成分也很小，懂吗？因为他已经搞了4-5个月了。明白。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不搭理他，他呢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反复的找律师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就接招，然后就接下去往下谈。那后面我跟你说，任何时候再找任何人不沟通了，就不要沟通。明白吗？不沟通了。对，你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这个事儿他根本就不能沟通，懂吗？明白。问题就在这儿，你管他找谁跟你们沟通，应该是他想跟你们沟通，你们死不沟通，他应该是这么个。我听懂了，您这个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就是在未来，即使那个孩子他生下来，他想通过其他人或者律师跟我们沟通，我们也不沟通。对，不沟通，为什么非要沟通呢？是，如果他走那种
那个正常的那种什么某送的这种程序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这律师没告诉你吗？他能诉啥啊？但是不是说现在那种非某婚生的这个小孩也有继承权？哎呦我的妈呀！继承权那是在不写遗嘱的情况下。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这找的什么律师？还不如我呢！什么玩意儿？行，我听明白了。总结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就不搭理他，他想沟通，我们也不沟通，就这样，是吧？对，最好是这样。你不行，你下去1v1吧，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直播间不好讲啊，因为毕竟我不是站男方说话的人，好不好？啊，明白。好吧。行，好的，谢谢曲曲。哎，你们以后不要来连这种麦啊！那个审核记住了啊，不要连。我们不帮男生解决问题啊！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这个人呢，我的脑子呢确实是很活的一个人，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率我肯定脑子里都会有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呢，因为我做我们的事业，我的事业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铆定方向的，知道吧？就是我是做的是女性事业，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女性事业，我想要的就是希望能够永远的跟女性站在一边。所以说，当你们的这个事儿里头呢，也不好说，是吧？因为说白了，这种事情我们都能听得出来是谁的问题，但是呢。你现在来跟我连这个麦，跟我的事业的总目标冲了，明白了吗？冲了，所以说这个是不适合在我的直播间里去解决的啊，不适合在我直播间里去解决的。所以你们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不连男的？你们明白了吗？为什么我不连男的？因为我们永远都只能代表一种立场。我不能一下子是这个立场，一下子是那个立场，把我自己的脑子都给搞糊了，是吧？把你们搞得更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呢，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1v1，或者是想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问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玉琪你好。哎，你说。我的婚姻中有一个问题已经拖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想请你为我指点迷津。我的情况是30岁，学历本科，结婚7年，有2个小孩，目前全职在家。我先生大我10岁，是外国人，他的年收入是30到40个 W。我俩各自的长辈是合资办工厂很多年，我对他的人品和对家庭的物质付出是满意的。我们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就几乎每晚12点以后才回家，也很晚睡，熬夜属于他从小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没有老二之前，他是9点以后回来，有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他，他就会回家。现在他晚回来，我是不管不打电话的状态，哪怕我心里面再不舒服。我的性格也比较拧巴，他晚上会在办公室或者咖啡店处理工作，或者是手机上休闲玩一玩之类的。这个问题就导致我们俩之间的交流沟通很少，平时也很少一起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工作比较忙。而且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俩的10点半，因为我一个人看2个小孩，晚上的精力达不到，需要早睡。他有时候回来看我没睡，想要10点半，但是我因为心里面生气，身体也很累，有时会拒绝他。因为这个问题，我心里有点内耗，就看他不顺眼，会因为小事和他闹脾气吵架。而且我们俩的状态是，如果我的心情好，他就会配合，那整体的家庭氛围就很好。如果我的心情不好，情绪化了，特别是来大姨妈之前，那他要么就躲远，要么就不管，或者是争吵，反正不会接纳我的坏情绪。我觉得很不公平，好像只有我负责我们2个之间的状态一样。他目前是回自己国家去了，因为他妈妈生病了，很严重，他有3年也没回去过。他回去之前，我们就几乎吵架冷战了1个月。
但是走之前又给我买了新手机当做惊喜。他走之后，我们在电话里聊，他表达了也许我们分开住会更好的想法。手机，他说这个我感觉是半开玩笑的说是如果我想10点半或者需要什么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不想这样。我们俩的三观和生活习惯确实差别太大，如果想要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需要我们双方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无解，放弃努力了，所以想请教曲曲我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在这段关系里是不是也缺乏一点自查意识啊？是的。你平时你自己先琢磨琢磨，你觉得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关系会推动到这个地步？在这个里边，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的情绪转换是有问题，因为我很容易陷在一个坏情绪里面拔不出来。有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不开心，我让他跟我道歉，然后他就道歉了，但是我还是会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你看啊，你其实是很多中国的传统女性都会有的问题，在你身上，你对抗性特别强。是的，你对抗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想要别人做什么呢？不喜欢正着说，喜欢反着搞，知道吗？然后呢，喜欢用冷淡呐，或者是晾着呀，或者是后撤呀，或者是这发脾气啊，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试图让对方自己导出你要的这种结果。然后你会觉得正向的开口，正向的说话，好像会显得自己低自尊。对，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正常表达，我让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明白吗？只是你们用一个好一点的语气去说就行了。我想要10点半，我就要10点半；我要你回来，你就要回来，就是这样。我想让你几点回来，我就跟你说，你几点之前你要回来，就是这样，正向表达。你晚回来不高兴，你晚回来我不高兴，就是这样啊。我之前也有尝试过，但是难道我要天天叫他回来吗？有时候今天叫回来了，明天又要叫，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是你能叫回来，那不就行了吗？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目标导向，就是这样的。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刚刚说，我觉得是要双方共同经营才能把一个关系经营好，是不是？那共同经营到底是谁先做呢？对不对？你的目标如果是想好，那么就要用好的目标去倒推我要做什么，我要说什么，而不是在这一刻去争那个输赢。你们很多时候做不出来正确的动作，是因为你在每一个动作的时候都在想，那我这样我不是输了？其实你这个动作，有的时候这种输它不叫输，因为我在大方向是赢的，我在大方向上面是按照我想要的路径在走的。这样子，那也就是说我要天天叫他回来。哎呦，你看，我想叫他回来，我就叫他回来。对啊，你不想让他出去，你就不让他出去，你不许出去。这样子。对，你先把我哄高兴了，你再出去。我现在不准你出去。你像这样说话，知道吗？不要用一些就是不要用情绪去叠加你的这个语言，用负面的情绪再去叠加你们那种负面的语言，真的很不好。是的。对，还有一个问题是，他是那种大男子主义，属于需要女主内男主外那种。就像他每天回来工作回来之后，他回到家就好像什么都不想做，就除了陪孩子呀跟我聊聊天之后就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是你想让他做什么？我想让他有时候家务稍微帮我干一点点。你怎么跟他说的呢？就是就这个帮我一下，那个帮我一下。你看，你有什么？那你这么说了以后，他会不会帮一下？他会。那不就行了吗？那不就行了吗？你只要能够调动得了他，不就行了吗？你们不要指望男人自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自觉这个事儿。对，因为我有时候想他做还要主动帮我做，对呀，你干嘛非要他主动帮你做呢？只要我的每一次命令都最后这个行动指令都能搞出来就完了。目标，
为导向，就是我要的结果很重要，这个结果如何达成不重要。好的。那他说的那个分开住的那个想法呢？你就说不可以，我不同意。你要是分开住，我就把娃给到你，你自个儿带。啊，哎，那我就出去玩，我就出去潇洒。你们就学我这么说话，知道吗？你就学我这么讲话。那我都能想象得到，他会说：“那好呀，你把孩子给我。”对呀，那你就让他自己带着嘛，那你就玩一会儿嘛，你怕什么呢？好，对吧？嗯，你就只当放假了嘛。Hello。谁痛苦谁改变这个事情，这句话我不太理解。你痛不痛苦嘛？痛苦。对呀，那你就改呀。他晚回来我很痛苦。对呀，我不知道怎么改。对呀，你就喊他回来呀。他晚回来痛苦，你就喊他回来呀，就是这样啊，让他痛苦啊。你干嘛要让你自个儿痛苦呢？对不对？他从9点钟回来，你从7点钟开始打电话。从7点钟开始打起，15分钟一个，对不对？你让他先痛苦起来，对不对啊？反正就是顺着我自己的心。哎，对了，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首先不要自己跟自己较劲，明白吗？不自己较劲，我自己先自己生闷气，把自己给闷着了，不要这样。好的，谢谢曲曲。好，就这样，拜拜。谢谢。我跟你们说，脸皮厚起来，明白吗？脸皮一定要厚起来，对不对？你每天想让他做家务，你就每天都说：“宝宝，今天你赶快帮我把地拖了哟。”就这样，对吧？用最温柔的话发出指令：“宝宝，你去给我把垃圾袋扔了。”“宝宝，你去把孩子奶了。”懂了吧？就是你们就这样。你们看那个谁不就这样的吗？那个湛蓝，湛蓝就是这样的呀，每天在直播间里头就是，宝宝，咱不跟屎壳郎子玩，宝宝，是吧？宝宝，咱不跟屎壳郎子玩，对不对？你们不要老是就是置气，有什么好置气的呢？两个人总是要过，对不对？你又不能把他扔出去，是吧？你又没办法，还得过呀，这日子不是还得过，是不是？只要日子要往下过，咱们就想着目标导向，是吧？我想让他干什么，我就说我要让你干什么，对不对？哎，先礼后兵，先用温柔的方式跟他讲，温柔的方式讲不完，再用暴躁的方式跟他搞，对不对？因为软的跟硬的呀，一个人他总得吃一套。一般来讲的话，一个人他总得吃一套，知道吗？软硬不吃的，往往都是被你们惯的，懂不懂？就是在你们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们惯坏了。所以这个男的他最后就成了个软硬不吃，因为他认为就算软硬不吃，你也不会崩，你也不会离开。那当然软硬不吃啊，因为软硬不吃他就是既得利益者啊，是不是？你说的任何事情任何东西他都不做，他都不理，他都不管，那就是完全不用顾及你的感受，是不是被你们惯的？你说这种人你要着干什么呢？从一开始就不该要，对吧？但凡你们要是一开始就像我说的这个样子，软的硬的来一套，总而言之我要的目的必须达成。你们但凡像我这样，没有你们处不明白的关系，没有你们处不顺的关系，你们信吗？对吧？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筛选工作啊做得明明白白，对不对？是不是筛选工作明明白白？吃软当然最好，吃软不这软的不吃，吃硬也没毛病，软硬都不吃就让他滚，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个筛选工作就做得非常清晰？因为软硬都不吃的人，他首先他就不尊重你，他都不尊重你，他压根就看不起你，他眼里就没有你这个人，他就不在乎。你说这种男的你要是干什么呢？是不是这个逻辑？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呢，大家怕错过我们的直播，怕走丢的宝宝们啊，一定要到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
Hello， 你好。Hello，哎，你说。哎，你说。对啊，我特别喜欢你，但是就是觉得，不是很有缘分，认识晚了。然后我说一下，我先说我的问题吧。我这段关系我想继续，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要怎么操作？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29岁，然后2本毕业，原生家庭是比较幸福和美满的，父母都是双职工，然后在3、4线城市是那种小康家庭。然后我是做娱播，就是娱乐主播，然后7分左右，年入大概50个。男嘉宾现在超一线，然后33岁，我觉得外形比较好，然后属于创一代。然后原生家庭他也是在3、4线小城市，很普通，父母也是没有什么工作那种。然后他现在资产大概有2000，然后他现米很少，因为他都在公司压着，就是流动资金比较少。然后他一开始告诉我是他觉得我很适合结婚，就是他想是走围城，那我就是跟着他来到了这个超一线。我是觉得可以以围城为目的好好相处，因为我也有这个围城执念。现在相处了快1年10个月左右吧，他给我付出了50，但是除了刚开始刷礼物付出了30个左右，后面基本上就是每个月2个到3个的生活费。然后他说之前创业遇到了一些挫折，就是破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公司重新注册了一个东山再起什么的，就是说很忙。然后我来到这个城市大概有个半年，他基本上没有怎么陪过我，1个月见面2、3次，特别少，然后沟通也比较少。就是最近10月初我发现他其实还有一个女嘉宾。我拿到证据，然后我没有起票，我就是找他摊牌了，我们就是很平静的摊牌了。然后他就是说他们认识了2年多，这个女生对他非常好，这个女生之前给他买东西，差不多这个女生给他花了大概有60个。然后他刚出事的时候，这个女生就是借了他200个在他公司，然后他就是说他之前拿那种小号，就是测试我，跟我聊些有的没的，然后说我没有通过他的测试，那个女生通过他的测试了，所以他当时一直就想对我后撤，然后内心又对我很喜欢，因为我一直比较主动，才维持这段关系到现在，所以他之前会对我有一点就是想让冷漠我，想让我自己走的那种心理，但是摊牌以后，他就是说没有想到我能这么理解，然后就是他说以后会对我好啊什么的，说明年公司回款以后会给那个把钱还给那个女生，然后跟那个女生分手。他是说有点看不上那个女生的家庭条件和性格，如果以后进围城的话，肯定是我比较合适。因为这1年来我也一直就是在直播，也在挣米，他就这个事情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收入，但是就是之前情绪很内耗，现在明白了前因后果以后，我反而就是自洽了一点，但是我就是想说不太想放弃，想看看他的改变，然后就是否真的能达成我的目的，就是围城。摊牌了以后，他的态度就是会好了很多吧。然后他态度改变很多，我就说那我要看看你的诚意，就是看看你的诚意。他说，他本来说下半个月月底拿他的生活零花给我转5个，结果这2天他又说公司资金链出现了空缺，就没有。大概这个情况是这样。你自己说完了自己都想笑呗？你是不是自己说完了自己都想笑啊？什么玩意儿啊？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软饭硬吃的个东西啊！哎，咱们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哎，你凭啥认为他会放弃一个能跟他给200个的女的来找你结婚呢？你是多么的看不起金钱的力量啊！啊，你是有多么看不起金钱的力量？我想问一下你，啊？我说一下，他这个女生的这200个应该都是之前他刷给这个女生的，他之前给这个女生刷了500多个。你怎么知道的？就是那个平台有账号嘛，能看出来等级。他给这个女生刷了500多个，然后这个女的又给他花了200个。那我就劝你离这个男的远一点。啊，别回给你刷一点，回头又给你弄回去了，好不好？
咱们在这打回流呢啊，哈哈，他挺有意思的，哎，左口袋套右口袋是吧？他刷了500个，那个女的总共就挣了200多个，全套回去了，你还跟这男的好？对，你看看啊，什么东西，真的是，跑快一点啊，屁股插火箭，跑快一点，就不要再继续了，马上跑。马上跑，谈什么？他现在就是要开始了，让你搞竞争了呀，人家对不对？哎，那个女的我刷了500个，人家给我怼了200个出来，我觉得你更适合结婚，我觉得你更好。你一谈米啊，可是我现在资金链有困难，我现在公司有困难，我如果度过了困难，我就跟你结婚了。然后呢，下一步你是不是就想着，那我得跟那女的比一比，我要比她花的更多，是不是啊？人家现在有困难，我在困难的时候我要伸出援手，后面那个啊那个大婆不就是我了吗？啊？我已经给了一点了。哎呦，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我告诉你们，我呀被那些男的要封杀呀，那一群的破防的呀，那疯了一样的要封杀我，那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也要自己好好反省一下，知道吗？我真的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把他们的套路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呢？我应该瞎一点。不要帮你们这些猪头猪脑，反正也是猪头猪脑，就让你们当猪头猪脑算了，真的。咱们就止损，好不好？给了多少了？10个。行了，止损吧啊，反正你很快就挣回来了，行吗？你今天连了这个麦，我告诉你，你起码就省了后面的190，懂不懂？赶紧啊，赶紧，好不好？也没啥，行不行？止损啊。你给他米写东西了吗？写线条了吗？没有吧？没有，我拿了呢，就是看了，就是他不是说最近资金链出现空缺问我借嘛，然后他说那女生也给他借了10个，然后我看了他的最近的银行流水，就是都截图了，还有他朝他亲戚朋友借的。哎呦我的妈呀！快点让他们去死吧！真的，我的妈呀！我真的，哎，行啦，乖。咱们能直播1年也挣不少，咱们就赶紧跑，行吗？啊，该找他那个不用找他要，你不用你直接就是到时候直接叫什么那个直接找律师啊或者干嘛的，直接帮你去要就好了，好不好？也不用走什么流程了啊。那我要给那个女生说吗？你给他说啥呀？你让他来找我呗。你给他说啥呀你啊？还有问题吗？我就觉得那女生挺惨，是挺惨，是的。现在一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幸福？啊！希望今天的这个连麦能够被他看见。哎，咱们只能这么说了。还有问题吗？好，那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拜，哎，也别不高兴了，我跟你们说，总得遇到这种骗子。现在啊，这个骗子满天飞，真的骗子满天飞呀！哎，你看看我说啥？所以啊，我跟你们讲啊，那些男的现在恨我，我真的，我就觉得我可能要请保镖了，真的。我现在在想，我是不是得请几个保镖，每天陪我一起出去？这套路呀，这在我们直播间都已经跟他们现在已经无处遁形了，知道吗？真的无处遁形。我就跟你们讲了的，孙悟空72遍他变不出第73遍，是不是？72遍在我们这个脑子里翻来覆去，就这么个招，就这么个鬼事儿，都变不出来第73遍。在我们这直播间但凡能蹲个几场的，马上就把这男的都看得透透的，他们烦我烦得要死。不搞点真东西，根本薅不动，根本薅不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
然后呢，怕错过我们的直播啊，怕把蛐蛐搞丢了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哎，那些男的也是太吓人了。来下一个来，我希望你们都是在我这里连完了以后就直接把这些都扼杀掉，不要被骗完了以后再去连那些律师，那就已经晚了啊，在那里都已经是深陷泥潭的人才到了那个环节上面去了。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很荣幸跟你连麦。然后我看你直播很久了，终于决定来跟你连麦了。一是想来给你交个作业，二是想请你再给我一些指导。我准备了一个3分钟的稿子。好。我今年33，三北学校毕业，男嘉宾是34，普通一本，进围城5年，有个4岁男娃，生活在2线城市。我父母是开厂的。固定资产700个，陪嫁给了我100个。我有一个弟弟妹妹。男嘉宾是父母乡镇的，没有任何帮助。以前对碰的时候，我是在父母厂里上班，1年6、7个。他做销售，1年20个。他自己存钱，首付了房和车。我和父母都觉得他人很上进，成熟稳重，对我也很包容。进围城后，他每年的收入也都在上涨，现在年收入是60个，未来预期也不错。他对小孩的亲职非常的高，付出意识特别强，收入几乎都用在了我和孩子身上。但是我们2个一直都是异地生活，每个季度他会休假14天回来不用工作，出差顺路会回家待个周末。我知道曲不赞成这种异地婚姻，但是如果我去他那边生活，按照公司规定，他就不能每个季度休14天的探亲假了，而且他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出差的，并不会每天朝9晚5的回住所，所以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异地的状态。我常年一个人全职在这边的家里带孩子，没有收入。慢慢的，我身体有点拖垮了，脾气也变大了，也很忽视他的感受。10点半的频率非常低，质量也很低。他会说，一想到我生气的脸，身体就很难有10点半反应，必须看哼哈片才可以。这1、2年，我们也经常拌嘴，我很痛苦，身在其中，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度情绪特别低落。这时候就刷到曲了，狠狠的学习了之后，我就尝试做出改变，给他提供了很足的情绪价值。10点半也很主动，频率也上来了。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很辛苦的在为这个家付出，为什么要我来委曲求全做小伏低？但是这样坚持了半个月以后，我发现他有很明显的正向回应，会把我的小要求记在心里，做出改变。在我吐槽他父母的时候，也不会跳脚说我瞧不起他们家，2个人也没什么争吵，10点半也和谐了，相处得很愉快。这是我特别想感谢曲的地方，就给我们这种普通围城关系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相处思路，而且我也悟到了10点半真的太重要了。现在我有3个问题。一是我这种家庭情况有必要继续延续这种他提供经济价值，我提供情绪价值的路径吗？二是以前我们10点半不太和谐，他不能自动有10点半反应，但我情绪价值给足以后，他就非常行了，不需要任何外力帮助，这样正常吗？我的妈呀！我原来一直以为我只能搞脑子，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还能搞这玩意儿。但是我现在听直播多了，有一点居安思危。前一阵我就突击了他的手机，看到他有跟他大学女同学聊天，内容非常正常，但我有点生气。但是他说，如果每个人都盯着对方手机逐字的看，你看我还经常发视频说不要看手机，没事儿不要看手机，对不对？从来不看，我就只看那一回。有病。然后对，他也说，就是每个人要是盯着对方手机逐字的看，谁也不能全身而退。然后我就担心这种异地的时间久了，他会出现一些 PC 和外语言的事情，有点患得患失的情绪。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事？或者我是不是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哎呀，没什么好做的，我跟你说了，就这2个袋子管明白就行了，别的事儿别想，上面一个袋子，下面一个袋子，管明白是不是就行了？对，别的东西就不用想，知道吗？你们现在相处的是好的，那么你就要相信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看山就是山。居安思危怎么思？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自我价值上面找发力点，明白吗？好，自我价值，我对呀。好。在家里实在是闲的没事干，回头报名当我们群管，闲的没事干。可以，对不对？找点事儿干。
好。嗯。那就是说，他这种现在他提供这种经济价值，因为他是特别的吃软不吃硬，这是我一直知道。就他提供经济价值，我继续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非常正确也有必要的一件事。这不是废话，人家赚米都给你了，你还谈个鬼？对。好，那我朋友说他以前不太行，怎么他突然就行了？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以前，因为他是做销售，他觉得销售本来呀，怎么都讨嫌呢？啊，你们就是好日子不能过是吧？过得不好的时候也不觉得有个啥，过好了吧，反而觉得问题都来了。不要计较以前那么多，你现在不是因为学习已经改变了吗？你改变了，他自然而然就改变了呀，对不对？别管他以前为什么，好不好？不要去刨根究这种底，会搞得自己很痛苦很累，还不能享受现在的美好，何必呢？好，把未来的日子过明白，把当下的每一天过明白，好不好？行，那我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给大家宣传一下，就是特别感谢曲曲，就是给我们这种普通人，就是传达了很多非常实用的这种相处思路，大家一定要多听多去领悟。还有就是我弟弟他是那个复旦的研究生法学的，他也一直在看你，是吧？他也一直在看你，对。然后那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好，现在没事下去报名当群管啊。好，来给我跟小助理联系一下。好，就这样。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对呀，你说呢？你们那家庭主妇闲在家里没事干的，是不是每天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我是不是给你指条明路，对吧？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选手，知道吧？首先，你们当了群管之后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妙用是什么呢？你一定会把这个金贵的关系吃得非常之透。明白吗？因为当群管每天是有看直播任务的，你一边要看金贵的关系，一边要不停的扒直播，你们都是有任务的。你说你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吃得最透的人，对吧？然后你脑子也不会瞎想了，你每天都正能量，每天正能量满满，脑子里全都是认知，脑子里全是高认知，知道吧？以后那男的要跟你说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一句话都给他怼没了，你一句话马上分分钟碾压他，对不对？又不胡思乱想。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啊，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们，害怕哪天在某个号上看不着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怎么报名？一定要是我们的学员才行，一定要是我们学员才能报名当群管。你们也要保佑我的群发展的越来越壮大，知道吧？保证我们的学员越来越多，遍布世。我们现在本来学员也是遍布世界各地，我真的是学员遍布世界各地。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视频现在开始上英文字幕了？你们发现了吗？因为我们的海外的客户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视频开始上英文字幕了？我们整体要拔高自己的规格。我们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要把我的品牌曲曲大女人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品牌，明白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从来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我要让我的声音传递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你们看我每天这么开心，不管多大的风浪来了，我还是很开心，我还是非常的热情洋溢。因为在我眼里，我从来都不把某一个平台当做我唯一的支撑，我想的都是全球的市场。我脑子里思考的都是全球市场，明白吗？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我的声音。来，下一个。我们现在还是用的自动配字幕，等什么时候国际客户特别多的时候，我就找个专门的翻译给我们翻字幕。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曲曲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之前跟你连过麦，然后今天我就直接问问题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异性之间会有纯粹的友谊吗？就是抛开我们可能工作或者生意上要交接的一些异性，那么我的想法是，异性之间如果说有纯粹的友谊，是因为男女双方对彼此都没有意向的情况下，会有一个能纯粹的做朋友。但是我又觉得做朋友，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吸引啊，或者是欣赏才会成为朋友嘛。所以我觉得想了解异性之间会有纯粹的友谊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从我大学开始呢，我有去跟一些异性接触，我只是想跟他做一个普通的朋友，但是我发现他们对我热情，最后都是想要跟我发展成男女朋友的，但是我对他又没有意向，那么从此以后我就不交异性朋友了，因为我发现我交不到异性朋友，他们愿意对我热情，都是对我想跟我发展的，是的呀，但是我不想跟他发展，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呢是绝对有纯友谊的，纯友谊往往就是因为男的喜欢女的，女的没看上。懂了吗？男女之间的纯友谊最后就是这样的，男的喜欢女的，女的没看上，然后他最后就变成了纯友谊。你说，他最后就变成纯友谊了，所以他怎么能就是说你不要抗拒这件事儿，而且要充分的认可这件事儿，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因为他喜欢你，你没看上，最后就发展成朋友，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嘛，我就感觉如果男的对一个女的真的没有兴趣的话，他都懒得跟他聊。是的，对的呀，没错啊。好，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社交APP 上认识的男生，那么1号男生呢是去年年底认识的，那认识见第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彼此都是很有眼缘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也说过就是行为是态度，语言是目的。然后他呢就一直跟我讲的是口头上讲的，就说他是想要发展结婚对象的，还说什么半年可以领证，然后1年摆酒。但是话他的一个行为上呢，给我的感觉就只是想白批，然后也不提供情绪价值，也不提供陪伴价值。那第一次我跟他见面之后，我对他是有好感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不想管，我觉得跟他生活会很累，他不是很符合我一个择偶，就是说适合做孩子爸爸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所以我就没怎么搭理。然后他就一直很热情跟我规划这些啊，画饼啊这些啊，然后后期的话发展的话，他就真的是只是想白批，然后我就拒绝跟他见面，有几个月拒绝跟他见面，每次他想要跟我见面我就拒绝，但他还是会过段时间发个信息，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实质一个付出，所以我在想，就是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骑驴找马，就是想能够批到就批到，批不到就算了，只是有一点好感，但是意愿不是那么强，是这个样子吗？他就是在搞批发嘛，他又不是只跟你一个人联系，他跟无数个人联系啊，总有人上钩啊，总有人是可以不用付出的呀。就是他其实就是也不是想要真正的发展结婚对象是吧？因为他没有付出。对啊，当然啊，他如果要发展结婚对象的人，他当然会积极主动有诚意啊。所以我就感觉有时候，因为你也讲过，就是社交软件上是可以大海捞针，还是可以捞到针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好高，好多骗子。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因为我自己也比较简单，我就会觉得人性真的好复杂。这些男的，你说他坏，他也不是说完全很坏，感觉人也没有坏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就是打死都不承认。他明明就是态度就是白批，然后他不是啊，这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去正视自己呢？不需要啊，你想这么多干什么？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男人就是男人一套玩法，女人就是女人一套玩法。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告诉你们男人是什么玩法吗？你了解了清楚了就 OK 了呀，是，对不对？是，而且这个人就是反复的，我就跟他讲说我不发展这个 PY，我就是想找一个婚恋对象。如果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来找我，你反正有这么多，我也知道你还不停的在物色，但是他还是你说这些东西干什么？意义是什么？表达你的真诚吗？劝退，人家不要，人家能免费弄到手，他就要免费弄。你越是回应他，他越觉得有机会。这样子是吧？当然啊，因为我就是一个道德感作祟吧，我就跟他讲的是吧，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就是想 PY。如果人家知道，人家不用你告诉他，不用你教育他，
你也改变不了他，好不好？好的。那么第3个问题是，就是之前就是看你的直播有看到，就是一个女孩连麦就说一个大哥一个目标，然后那个女孩子大学就跟他在一起5、6年，然后这个男的付出300个，然后你觉得他的付出是不多的，然后当时在金贵的关系呢，也有看到你说，如果说是大佬的话，他的一个委外能够转正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对委外付出很多，那么他是有可能转正的。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大概他能够付出到什么比例，或者说占他米的多少比例，他能够转正。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啊？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就是我对这种问题，你为什么不在社群里面跟大家探讨呢？哦，这样子是吧？对呀，这种问题有什么好问的呢？你又没搞这个关系，你又没搞这个事儿，你问这种问题干什么呢？好的，咱不能一上来就找个单身的吗？非要一上来就找个这？不是，我是好奇，因为我又怕未来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哎呦我的妈呀！你还怕怎么？怕自己老公被人撬走了？怕我万一我找了一个身价过亿的老公被人撬走了咋办？你还在担这种心啊？万一我考上清华了咋办呢？万一我考上北大了咋办呢？你们别操这种心行吗？好的。天哪！那就是接下来这第4个问题，就是我在金贵的关系里面有看到你讲说，感情要像白开水一样才会是最长久的嘛。然后我自己呢，就是一个谈恋爱就是一个得失心很重，胜负欲很强，然后就是因为我的一个目标感又很强，我又不喜欢做一些无效的社交。我觉得我谈恋爱就是奔着去结婚生个孩子去的，所以我老是就是很没有安全感，就觉得他几天不联系我，或者他好像对我没什么付出，他是不是就是跟我发展 PY， 或者他在多线发展？那我哎呀，小姐呀，段位太低了，你多搞几个男嘉宾过来搞1v1吧。你段位太低了啊。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两性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其他关系，包括朋友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我们都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个就是原理的，就是你对别人好，别人会对你也更上心。那么我提供他的需要或者利他，然后他会对我更好。但是我发现两性关系就不是这个样子，不存在说你对他好，他会对你更好，有可能是你对他好，你对他很上心，他反倒对你很冷淡。所以我一直想搞清楚两性关系，我发现它的原理好像跟其他小姑娘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呀？我就是谈恋爱非常的失败，然后你谈过几次真实的？你跟几个男人真实发生过？我有谈过有3个吧，但是我谈的时间都不久，就是会比较快的结束，半年之内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就像你没有像白开水一样，就是轰轰烈烈，就是患得患失，就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自己年收入多少？我自己就是30多个吧。我建议你真的，你下次找到男嘉宾以后去1v1，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了，知道吗？因为老师教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它跟你的原有认知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你就懂了什么是对的。你这么问，我答不了你，太宏观了你的问题啊！你的每一个问题，我都要拆另外24节课来给你讲明白。这样是吧？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出书，我肯定会买的。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啊。在路上了是吧？好，就这样啊，挂了，拜拜。哎呦我的妈，都问的都是啥问题？那么宏观的问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行不行？把我们的课背下来啊，背下来，然后去找人1v1，好不好？妈呀！我马上出的那本书也不是方法论的书，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书呢，名字叫《你就是光》。我今天发了我的那个书的照片了，你们看到没有？在我们。然后，因为这个书里面讲的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故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这个书，很容易看完。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的第一本书嘛。
我就只出了一些关于自己的经历的书。我想要做的是大家的床头读物，知道吧？因为我想做一个床头读物，所以说呢，我就做的很薄。这次的这个书呢，它也不厚，就特别容易读完的那一种。然后封面就是我的超级美照。我的心思就是希望让你们当床头读物啊，在路上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出来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跟不上我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来下一个。我们以后慢慢，因为这一次流程特别漫长，因为我不懂，第一次出，而且我这个人要求比较高，我非要跟那个大的出版社搞，我又不愿意跟那些没名气的出版社搞，知道吧？所以说就搞了好长时间。但是这一次我这个流程跑通了，我下一次我就顺手了，我就知道怎么弄了。Hello， 你好。喂。哎，你好，你说。你说。你好，曲曲。我想问，就是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不要把话筒捂住了啊，大点声音说话。听得清吗？你说。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大概有快2年，但实际的话可能就1年多吧。然后期间他有付出有100多一点。然后刚开始是骗我走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今年发现他其实是违内，然后前段时间就他还在骗嘛，就让你觉得他会跟那边断，然后对，前段时间就发现之后就跟他直接摊牌嘛，就叫他不要再讲那些七七八八的了，就讲实话。然后就打算，坦白之后就跟他说，那就分手吧，那就不要在一起了，因为不想说去搞这种关系。然后，可是前面就说完之后就发现就是有了，对。然后呢？然后现在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会比较好。你想要什么结果？你是想分开啊，还是想要米呀，还是想干嘛？想分开吧，会多一点吧。那就直接分，直接自己处理，自己分就完了，不要被这个东西影响到你自己的节奏。你就当这个事儿没有的，自己处理，就直接分就完了。因为我前2天也跟他说。不要了，然后他就因为他很想要小孩，他就不愿意你去。关他什么事儿？你不是要分吗？你自己就可以处理，又不需要他签同意书，他又不是你是哪位。明白。想分就坚决一点，不要在那黏黏糊糊的，也不用通知他，好不好？好。那如果说让他补偿呢？我跟你讲，他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想，他想让你把这个球留下来，懂吗？所以说你跟他以什么什么，我处理这个事儿需要补偿是要不着的，懂不懂？就是你也觉得离开会比较好？那废话嘛，那不是。好。还有问题吗？也没有。哎呀，多出去交点朋友，没事多聊聊天儿。你看你那个能量低的哟。就没想过会遇到这种事情吧？没想过，这不是遇着了吗？不很正常吗？谁还没遇到过几个渣呢？还有问题吗？没有别的。好，就这样。你们不要耽误我的直播时间啊！半天吭哧不吭声，你一不吭声我要掉人，你一不吭声我掉人，烦人。谁都会遇到的，我跟你们讲，你们多听我的直播，这样的话呢，你们就能避坑，
真的，听我的直播听得越早，你们人生当中避的坑就越多，真的。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72变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你多听几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全部展现了，全部都展现，对吧？任何的一种套路方式方法在你们这儿基本上都无处遁形。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听，或者说有的人他没有来得及听，他该遇到的他还是会遇到的，这个没有办法的，对吧？那坏人总是很多的，坏人总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获得利益的呀，所以他们不会放弃这件事情的呀，对不对？他通过欺骗隐瞒，对吧？他会得到你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他要的呀，所以他们永远都会这么干下去的，只是他们会不停的换玩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总的来讲套路就这些，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害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直接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啊。我们的书还没出来了以后会通知大家的，好不好？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关注一下。来下一个。但是马上快了，因为我们已经出版那个印刷厂已经把样书打出来了。Hello， 你好。对。哎，你说。很喜欢你，觉得你三观超正，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事业一定会越做越好。谢谢。我今天想咨询是正常的婚恋关系是否有必要继续？我是一个超一线的土著，今年40岁，年收入大概是50W 加，然后有2娃，研究生，资产主要是现在这个房子大概有2000个。男的呢是50岁，传统行业是自己公司，收入在结婚初期还可以，估计每年有100到200，但是最近几年收入很低，比如说最近1年基本不如我。我是个独立女性，一直没有要求他往家里投入多少，他给我每月大概一个 W 养孩子，我每月实际自己还要投入1到2个才够。他是大男子主义，一直打压我，希望我照顾家照顾他和孩子，但是我更想搞事业，所以一直在外边拼搏。然后目前是企业中层，我也不怕挑战，以前是做销售，后来换赛道，现在学投资。1年多来历练学习，也开始有正向回报。我认为我们俩的价值肯定是我更高一点，因为我有成长性，而他认知比较受限，又传统行业加上年纪大，所以即使重新放到市场上，他也不会找到比我更好的选择。然后我们因为三观不太一致，争吵了很多年，我心灰意冷，1年前停止10点半，他有很大意见，也谈过扯证，但他不愿意把房子给我和孩子。现在房子是我和他的名字。我咨询的问题是：第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分开？然后如何能谈让他把房子给我和孩子，因为我要带孩子。第二个呢，就是随着现在的背景是，他现在随着我个人价值的提高，他其实对我也有改变，不像以前那么强势，现在有点哄着我。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除了主业，其实还有除了主业投资，其实还有在做某保某险，其实有点分心。像你说的，应该是更专注一点。我不知道这个还应不应该做了，但是其实我做销售，其实做那个是很容易的，就只要我一投入，它就会有现金流产生。对我来说，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我反正听下来啊，这男的确实是没啥价值。他管孩子管得多吗？不多，他他也要去应酬，就正常的。我就是回家就要带孩子看孩子，这样。然后我尽量少出差，一出差他还有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确实没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是相对来说啊。更注重自我成长一点。那在我看来，在你现在的人生道路上，这个人确实是太没有价值了。如果说他太没有价值的情况下面的话呢，我是认为你完完全全是可以走出来的。那房子不房子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来说，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说你非要去跟他掰扯这个房子的事儿，那么他就会一直拿着这个事儿不跟你掰。你该怎么判怎么判，这个是最简单的，该平分平分就完了，该平分平分，然后你想出去租房子或者干嘛都可以，也要不了多少米。
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什么精力不聚焦这个事儿，我的建议是啊，在哪个点位上出大结果，在哪个点位上面生根。它投资是这样，因为投资是带杠杆的，所以短时间内如果做得好，确实是能有很高的收益，但是不稳，它不像那个是正向现金流，就是你一打它都是正的嘛。然后那我会觉得你应该把精力还是往第二个上面倒。因为能够产生正向现金流的，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而且你前面一个有杠杆的话，其实你的风险系数很高。你的风险系数越是高，你越是需要一个有稳定现金流的东西给你做支撑。是的，所以就是不要老牵扯眼前，你觉得好像似乎是很大的一个资产，不愿意放手，反而耽误了很重要的事情。对的。好，了解了。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的，我跟你们说，有的时候真的，你们就是被眼前的很多那些看似很有价值的东西束缚住了手脚，导致你的时间和精力被分散到了不该被分散的地方，知道吗？这样的话会严重的影响你走上快车道，真的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啊，我原来呢，你们知道我之前在杭州嘛？我在杭州的时候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公司，然后当时呢，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就有几个人，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公司不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价值，完全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然后我就不跟那个公司合作了。那我不跟那个公司合作了之后呢，然后当时下面的几个人，我就跟他们聊，我说要不你们就跟我干。然后当时呢，他们几个就是很犹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公司压了他们的米，知道吧？那公司压了他们一定的米，包括我当时也有差不多10几20个 W 被压在那个公司了。然后当时那个公司压了他们的米，后来我就跟他们几个人说，我说你们现在一定要迅速的把时间节约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的事业是在快车道上面。如果你们不把时间节约出来，因为他们当时还想去跟那个公司就是打官司啊，知道吧？去搞什么诉就是搞仲裁呀，搞那些东西。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面去浪费精力了，我说你一定要把精力聚焦，跟着我跑。我说我们跑起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说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好像压了点米进去，我说我告诉你，但凡跟我跑起来1、2个月，你这个米马上回来是可能翻番。后来呢，他们当时也是觉得，哎呀，咬牙，真的咬着牙去放弃了去维权的这个事儿，知道吗？但是我说的就是对的，快速的跟我进了快车道。现在再看起来，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个这简直就是个屁，那屁也不是，真的是屁也不是，知道吧？压那么点米，真的屁也不是。所以说精力放在哪儿特别的重要，不要为任何看起来好像有点价值的事情把自己的时间拽住了，把自己的精力拽住了。只要你现阶段有更好的更重要的事情，那么马上投身进去，不要把你的精力做牵扯啊。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曲曲你好。你说。好，很开心和你连麦，你真的是无数次把我还有很多人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你的福报一定会很大的，祝福你。谢谢。我人生当中有3次觉醒，第一次觉醒是我甩开原生家庭的泥沼，考编上岸，并且在超一线落户；第2次是前男友让我在男女关系中开窍；第3次就是遇到了你。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我是3、4线小城市女生，28岁，颜值7分，属于身材丰满的类型，国内 Top 1艺术院校硕士毕业，靠自己的各方面的努力拿下了北京户口，现在体制内工作第3年，年收入18。我今天的问题是，
第一，我是否有必要和前男友恢复联系，以及如何做？第二个问题是，我通过家人连接到一些身价有10几个小目标以及近100个小目标的企业家，他们分布在地产、重工还有医疗行业，我该如何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下面是我的基本情况。我的父母在老家体制内和京津系统，平时接触都是省内金字塔尖那波人。我从18岁开始就和家人会一起参加一些政商的应酬局，见过一定世面，待人接物也比较大方。但是家里孩子很多，我有5个姐姐1个弟弟，从小在夹缝中长大，比较敏感，会看人眼色。家里所有的产权以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北京的家要完全靠自己。也经历过从小被原生家庭抛弃，后来被接回，但父母不知道我有记忆，所以10多年来一直活在恐惧当中，又恨又怕，又希望得到他们认可。但是曲曲说弱者才会拿原生家庭说事，所以我努力放下这些不愉快，并且积极的想要经营好自己后面的人生。我相信你，所以我会听也会做。男嘉宾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比我大16岁。对不起，身价大概有5个小目标，然后持有快乐证，有1个儿子在国外念书。我和他是通过一个老师介绍认识的，我们21年恋爱，2个月谈恋爱中他送礼物在30个 W， 第3个月冷静期，第4个月他去国外谈业务。回国之后就分手了，他给了我10个米让我好好生活。后面虽然分开了，但是22年和23年他还是给我承担了房租，这中间就没有其他付出了。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他就会上门卖惨，我又觉得自己是很特殊的，又会自己继续陷进去。但是当我对他有托付心的时候，他又会告诉我说破镜难重圆。一见面把我推倒，让我一直对他充满期待。这2年多，他只会在对我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其余时间没有见面。在所有重要的场合、节日，还有我生病，都是我一个人盼着。然后到现在我才醒过来，他就是一个浪子，我没有办法降服得了他。22年的时候，他答应买车，但是没有兑现。23年因为情感依赖太重了，所以不怎么见我。这次11假期我们见了一面，他提出继续要给我承担下1年的房租，但是我拒绝了，因为这2年多我的情绪内耗太重了，失眠内耗，经常哭，我觉得有点抑郁。然后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他去国外机构 DIY 了1个篮球1个粉球，现在球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很震惊，但是他很平淡，他说这和你有屌毛关系。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就像是2年多自己演了一场独角戏。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我做了1本相册，就是认识以来所有的回忆给到他了，也说很感恩他之类的。然后他就又开始撩我，我没有回应，他就把我给删掉了。他知道我想辞编考博，但是我需要把户口从现代位迁出去。他提过借米给我买房，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推进，我就没有提。最后收到一条他的短信，他说他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担心喝多之后又乱讲话给我带来困扰，所以还是删掉吧，遇到困难或者过不去的坎可以继续找他。我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很平静的去面对这段关系了，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这2年作为他情绪的一个垃圾桶，我知道他身边是不缺女人的，因为他的前妻有基础病和遗传病，一直依赖他的米生存。他还有一个红玫瑰前任，就是很有手段很强势，海归精英，2个人断联了10年，然后现在那个女的在国外生了娃又回国发展，他们2个人又继续发生就是很好的关系。还有一个白月光前任是个孤儿，把他绿了。这些前面的人不用讲了，你主要是谈你的事儿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虽然已经可以很平静的就是来连麦咨询，但是我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心的，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和他再联络的必要，以及如何联系。完全没有联络的必要，完全没有联络的必要，好不好？你不要自欺欺人哦，你完全是在自欺欺人哦。你自己很清晰，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情绪会不好的啊，而且这个人说白了，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重点是在这儿，知道吗？你看这么长时间，还在说什么我借米给你买房子，都没说我帮你出个首付，就这话不谈的话，在我们这儿就上不了大佬的台面，知道吗？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你也28岁，你还有自己的青春，我觉得
你要不然呢，你就冲事业，知道吧？冲事业的过程当中，你说你要去链接大佬呀，或者干嘛？毕竟你家里还有个壳子给你，你还可以借用你的这点光环跟壳子，对吧？去做点买卖啊，做点业务啊，做点生意啊，跟别人链接链接啊，这个都可以，完全不用跟这样的人去耽误时间，搞也搞不赢，搞不赢还不如跑，就是这样。好，那我明白了。然后我的第二个关于事业方面的问题，其实这2年虽然感情纠葛给我带来困扰很大，但是我该做的事情事业上没有落下，做了2个国家级的课题，还做了2部自己的作品，都拿了有含金量的奖。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在体制内这个工作环境它不太符合我将来预期的发展，我挺想辞职考个博士，然后一边创业的。但是我觉得啊，完全没有必要考博士，辞职直接创业，不要考博士，精力又分散了。你要博士干什么？你现在的知识文化都给你用完了，用干净了，让你用到现阶段的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了。因为就是在考博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和原本我读硕的那个院校有一些链接，但是毕业之后很难再和他们有比较好的，就是能够有借口和他们。你跟他链接他干啥？你链接他能帮你挣米不？其实我以后最终的发展是想去高校做老师，然后我是想一边做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一边看有没有合适的创业的可能，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社会阅历这方面还是很浅的。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想要米呀，还是想找个人随便结个婚呐？想要米，然后想要米就到搞米的行业里面去搞，懂不懂啊？不要在那里这兜圈子，舍近求远，非要搞个什么体制啊，什么搞个什么当老师啊，先把个什么东西挂着呀，这都是非常老套的思维，这个就会导致你们精力分散，而且总是感觉自己有退路，你有个屁的退路啊！我明白了。那当老师啊，是为了嫁人，有个好壳，你懂吗？为了结婚，我有个好壳子，当老师是吧？这种职业很适合结婚。如果你是想搞米，走垂直一点，哪里有米去哪里，什么行业能搞米去哪里。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现在你去观察，在你所能够认识得到的人里面，能够扒得上的人里面，别人在干什么，能挣到米，你就是跟那些人玩，跟那些人混，这个就叫垂直。我现在家里能够接触到的这个比较咖位比较大的这些成功人士，他们都在家乡。那我现在如果说想要最快捷的去看有什么行业适合我的话，我可能要放弃北京这边的东西，要回到你北京有啥？你现在北京有啥？北京什么都没有。没有，你存在个什么放弃啊？就是你就租了个房子啊？你有户口吗？现在有的，已经拿到了。那拿都拿到了，你就想去哪去哪嘛？什么时候把你米挣出来了，你才能在北京买房啊？现在就是家里其实挺想让我回老家那边发展，尽快结婚，然后想去就是在当地可以给我安排工作这样，但是我不要搞安排工作。我跟你讲啊，可以找好的对象结婚，也可以找好的赛道赚米，不要搞什么安排个工作干嘛？哎呀，这种路子是搞不到米的，好不好？要不就找跨越阶级的对象结婚，要不就好好搞米，懂吗？不要在那荡，不要说我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搞个体制啊，搞个工作呀，然后把自己怎么着一下，你那叫舍近求远。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好，就这样，拜拜。你们太喜欢舍近求远了，都是那父母，很多时候那个父母啊，老人家呀，老是喜欢说，你们先去找个稳定的事儿，那个稳定的事儿，他能挣几个米呀？稳定的事儿，你们心里想的是我要搞米，是吧？然后呢，跑到一个地方去一趴，怎么搞米？我想问一下啊，他的目标跟你现在的动作，他到底挂不挂钩？完全不挂钩，是吧？
反正你回你老家，如果你要结婚找条件好的对象，反正你家这个壳目前你也可以先用着，对不对？你家里这个壳子不就跟你去搞个什么老师的职业的壳子是一个壳子，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反正你父母也不给东西给你，也不分钱给你，也是一样的呀，是不是？一个低收入的体面，是不是一个低收入的体面？不是一样的吗？跟你去当老师没有区别，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这种光环嘛，说白了一个小光环够用了呀，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怕找不到曲曲啊，怕走丢了呀，怕找不到大部队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也不一定说，我跟你们讲啊，是这样的，搞米不一定是要直接创业，明白吗？搞米你是要跟着会搞米的人，就要跟对人做对事儿，就能搞到米。不一定非要直接创业，因为创业呀，其实它是真的叫九死一生。而且创业你是需要有非常完整的商业逻辑的，创业也是要由小做大的，知道吗？但是什么叫做搞米的快车道？叫6个字：跟对人做对事儿。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永远在向上社交，永远在向上社交。为什么？因为你在向上社交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什么叫对的人，对不对？到底谁在什么行业他搞到米了，对吧？人跟人之间一对比，上游的人跟上游的人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哦，哪个行业更好，做什么样的老板是吧？更让我觉得哎开心快乐，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就慢慢你心里就有数了吗？而且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天天跟那个都混得不行的人打交道，对吧？都是些什么就是那种很 low 的啊，就是那个的，你打交道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想的都是下沉市场的事儿，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越下沉的生意越难做，知道吗？越下沉的生意越难做，对吧？你说我在街边上开个店，竞争大不大？是不是竞争很大，对吧？你说我卖个粉，卖个面，卖个什么油条啊，卖个小东西，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薄的利润，薄利多销，对吧？这个活是不是很重，很累，你就会觉得你赚这个米怎么这么难呢？是不是？说起来做个生意，哎呀，一年到头，一年累到头，从头累到尾，没搞多少米，是吧？说起来有个买卖，有个小买卖，一年搞到头，还没别人上班挣得多，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沉浸式的泡在那个上游的圈子里头啊，你就会发现随便一个小东西，它中间就可以有那么大的利润，你们知道吗？我不是经常打比方，我说我要是不做现在这个事儿，我以前会考虑是什么？我就去卖飞机你知道吧？我就去卖飞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天天跟这些上游的人接触啊，我知道啊，这种东西我知道谁有可能有这种购买需求，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有这个源头，我能拿到这个资源，那么我就能做成这个买卖。你说我卖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卖一单，我可能3年吃喝不愁，我是不是3年吃喝不愁，对吧？我跟你们说，你们还真别不信。我们那个去年过年是那个叫今年过年的时候吧，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不是带着我们整个团队包商务机出去玩吗？我不是带他们，然后我不就发了个圈儿，马上就有我圈里边的一个老板来找我，哎，他说你这个包机在哪儿包的？很大的老板呐，当然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大老板，很大的老板马上跑来问我，他说：“哎，你那个包机在哪儿包的呀？花了多少米？”然后我就跟他讲啊，我在哪里包的，花多少。哎呀，他说我也想包机出去，他说我问了我让我们公司的人打听了一圈，怎么他们问的价格都比你高？你们知道吗？我就是什么东西我总是能搞到这种资源。
然后人家直接跟我说，他说我想买个飞机，是真的。真的，我绝对不吹牛，绝对不吹牛，因为人家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的，人家确实是有这个实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买个飞机，他说然后呢我就想买这个型号的，他说我这一次呢就准备先包个机出去一下，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飞机是什么感觉，他如果合适的话回头我就买一架。我真的不骗你们你知道吗？你说那如果我做这个业务，人家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倾向性在我这买，对吧？后来他们就包机就出去了，自己也包机出去了。只不过我把我的那个销售直接就推给他了嘛，然后他就自己去联系的，然后他们后来也包机出去了，就是这样。如果我能做这个业务，你告诉我，我一年到头吭哧的在那，哎呀，拱着个屁股在那干，你说我能挣几个米，对不对？你说我这样是不是我又轻松？我还能保持我自己的漂亮，我每天还能量满满，对吧？又都是做的上流人群的生意，我还能把米挣了，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走丢、怕跟不上我们直播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跟你们讲了吧，我以前不是卖手表卖珠宝，到现在都还有我身边的老板经常问我这个货有没有，那个货有没有，到现在我身边的老板都还在问，只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搞他们这个生意了，没有时间。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能听到吗？哎，你说，你好，非常感谢您能给我这次连线的机会。我觉得这次机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型的。哎呦我的妈！别，先别捧啊！你直接说啊，我现在可以开始介绍我的基本情况了吗？可以的，你说，本人是出生在一个贫困县，父母呢都是某公某职的普通人员，独生女。本人是初中学历，毕业以后闲散了几年，后面就一直磨着家里面给开了一个小店。我经营了2年以后呢，又开了一个分店。然后，但是当时经济大权是家里面拿着，每个月就给我2、3千，我对此非常不满意，所以就想着自己创业。大概创业了有3、4个月的时间，平均月入2万加。然后当时我的年纪是22岁，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父亲因为8+1成了植物人的状态，我就把你别吓我，是真的，我的妈呀，我就把公司关掉，专心的去照顾我父亲2年。我父亲不在以后呢，家里面就欠了很多米，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所有的都要我来负担。我曾经企图通过围城去改变命运，后面进入围城之后，发现对方家庭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欠了很多米，而且男方是个妈宝男，并且进入围城之后3个月以后我有了之后呢，我想着情况已经是这样了，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是去帮他们家跑订单。但是当我帮他们家跑了20-30万的订单之后，我发现这个结果呢跟我没有关系。于是在女宝出生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扯了快乐证。后面我就再次创业，然后第1年挣了将近20个 W， 当时我已经24岁了，我就把手里面的钱都给了家里，自己留了2万，去了更大的城市，就是离开我们那个县城了，去了更大的城市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然后当时前2年的时候还可以，结果在我去城市的第2年踩了雷，然后被人骗了75万，其中有40万是贷款，但是家里面的钱都已经被我还完了。然后我本着哪里摔倒哪里爬起的心态，又借了10万的高利贷，某高某贷，继续寻找机会。然后这一次我抓住并翻身了。当时我25岁，一直在2022年，从我25岁到一直在2022年，我的每年收入都在100个 W。然后我自己的现有资产是，有1套房，有1个别墅，有2辆车。然后在我
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当时又推进了一个围城关系，但是是没有扯围城证，只举办了仪式。这个男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在家给我洗衣服做饭，并且给我提供很好的一个大后方，但是在我们举办仪式之前，我发现他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坑，大概20到30W， 我当时就给他拿了17个 W， 让他去填坑，想着给他留10几个 W， 让他自己去填。结果我发现这个男的就是把这个10几个 W 全部拿去了炒股，然后亏完了。然后当时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分开了。这个是我第2段的，就是没有扯证的围城关系。然后我当时我母亲和他纷纷就是对我指责，说我这个人眼里面只有钱，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有很好的婚姻，然后怎样怎样。然后经过我当时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和这段感情对我的影响，导致我现在这个人就不是很有，我会偶尔陷入自我的怀疑，没有以前的那种心理。我今天的问题大概是3个，然后想请曲曲帮我解答一下。我第一个问题呢是，我应该怎样向上突破，实现年收入300到500个 W？ 因为我选的这个城市，它其实也是一个4线的小城市，每个人收入大概也就3000到5000米的样子。我在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做到比较好的，然后在这个行业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我不知道我的突破口在哪里。第二，如果我的婚恋情况就是基于前2个都不太好嘛，所以我是否还有再次寻找婚恋的必要？如果有的话，您建议我是找一个什么类型的？第3，就是这2年的，从22年到现在，我的事业包括家庭各方面对我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我应该怎么找回我内心的力量？你多大？我今年是29。哦，你才29啊！你年轻的很嘛。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啊，我没有办法明确的跟你说你怎么能够干到300，但是呢，我只能告诉你思考方向是什么。在上一场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这个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啊？就是说，我说当你规划了一个数字目标的时候啊，你无非就是想那么几件事儿，就是基于你现在的业务啊，你到底呢是做更大的人群，还是在同一个人群身上找更多的需求？你到底是做更多的品类，还是在同一个品类上面去发掘更大的利润？它无非就这么几件事儿，就这个问题你得把它写下来，你得用文字的形式给它陈述出来。对，然后无非就是倒着再去找，我到底是你要扩人群 OK， 哪里有人群去哪里，对吧？我怎么去吸引人群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我在同一个人群身上我去抓需求，我就看这个人群它的共性是什么。他的共性，他今天购买了我的这个产品，他还能购买其他相关联产品，无非就这么几件事儿，就这么几件事儿。基本上像你100个变成300个的话，你在我刚刚说的这里面找到一个突破口，基本上他就能做到。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好，然后呢，就是关于你刚刚说的这个情感问题啊，我的建议呢是这样子的，情感这件事儿啊，你要松弛，知道吗？你呢不应该为了求婚姻啊，为了婚姻去恋爱，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生，而且你在婚姻上面并没有拿到过什么所谓的好结果，对吧？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过去的人生当中找经验是什么呢？我的经验告诉我，我是一个能在事业上出结果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在婚恋这条道路上呢，并不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对吧？所以我应该把我的重心精力放在我更擅长的事情上面。那么我要想的是，我之所以要谈恋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的一个感情的大后方嘛，对不对？对。同时这个大后方它更加助力于我去做事业，就是它要助力于我去干我更擅长的那件事儿，而不是去分散我的精力或者去拖后腿。首先你对于男人，对于感情，你的定位要把它定对，它是为了补给，它可能是一种燃料，可能是一种养分，可能是一个甜品，但是它一定不是我去什么就是分散我的精力的一个板块，它不是这样的。对，所以不要为了结婚而去找男人，
也不要为了别人嘴里的1、2、3、4、5去找男人，一定要基于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的是10点半，我就去找个10点半好的男的。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这个在事业上面跟我能高度链接的，能够给我带来更大的平台的，那么我就去找一个这样的男的。我到底需要什么？我现在对于男人的点，我到底是需要什么点，我就去基于这个点去找就好了，去碰，然后放轻松，走到哪儿算哪儿，不要求任何的结果。明白了。还有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呢就是一个转念的事儿，因为你刚刚讲的说啊，我找不到信心了，我这个那个了。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么多年呐，还是没有破圈儿，你知道吗？你这么多年，你还在跟那些低认知人群沟通。对，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就是说寻求能量的方式，其实就是永远的去靠近高频能量，永远的去想办法去接触高频能量，把所有的这些低频能量、低认知的人群都隔离在我们的生活圈之外，不要沾边儿，明白吗？还不是说我去跟他沟通完了以后去想，哎呀，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他都混得没你好，你去琢磨他说的话干什么呢？你就不应该跟他沟通，不要让他来扰乱你的磁场，这个就对了。但是我们这个4线城市其实就是此之前我骂也少的那种，所以我才跟你讲啊，我觉得你呀，一定要从这个维度上思考问题。我怎么脱离这个圈子？我虽然说我这个生意，首先我从生意角度上，我能不能脱离这个圈子？我能不能到更牛掰的圈子里面去？对吧？我能不能做更牛掰的生意？我能不能去链接更牛掰的人？我能不能不要跟这些人打搅？我首先我从生意角度上面我就去切，我就算是好，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这个生意切不了，我能不能人我先走出去？我每个星期能不能拿出一部分的时间去专门去找那种场域，对吧？我去报总裁班也好，我去学高尔夫也好，我去干什么呀？我去接触那个场域的人，只跟那个场域的人交流沟通。如果说我身边现在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低层次群体，我宁可不社交，我免得在家里我不出门。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曲曲。好吧，确实啊，可能连麦确实改命啊。感谢。好，就这样啊，拜拜，我跟你们说，我们闺蜜圈里很多姑娘，就是其实就有很多，她原来呢就是觉得自己吧，好像在也混得还可以，是吧？一年呢可能也能收入个小几百，但是呢，因为他们做的那个生意呢，本质上呢可能感觉不是很高级，知道吧？他在那个不高级的那个生意状态里呢，在那个圈子里头呢，他就免不了就是跟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鬼打交道，低认知人群，知道吧？但是呢，他可以用，你看，他可以到了闺蜜圈以后，他可以靠近别人呢，对不对？他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好了呀。我们这里的高能量的人多呀，高频的人多呀，慢慢的，你的想法不就发生改变了吗？对不对？我前2天见了我们一个闺蜜圈的一个姑娘，我一看到她，我当时我感觉她像个道士，就是她穿的非常素。就是而且不光是素，一看就知道他买衣服肯定就不会买贵的衣服的那种，身上没有首饰，然后呢也没有化妆，戴没戴眼镜啊？反正呢就是那种从头到脚就是完全不像我们闺蜜圈里的其他的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做的那个生意呢，就是其实他根本就不跟外界怎么去接触，然后他接触的呢都是一些就是很边缘的一些城市的一些苹果群体，知道吧？然后呢，就一直要低调。她一年呢，也大概能挣1-2千个。那个女生大概一年能挣1-2千个，完全不知道怎么花米，就是对花米没概念。她不知道我的米要花在什么地方，真的是这样。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好羡慕那些女孩，哎呀，她们可以撒娇啊，她们好有光彩什么的。我说你首先呀，你得学会怎么花米，对不对？然后我们马上不是就有闺蜜圈的聚会嘛，我说聚会的时候，我说到时候你就来，我说你来参加一下，我说你看一下大家在干什么，大家是平常把米花哪儿了。
我说首先你把这个东西找找感觉，知道吧？你马上那个磁场就不一样了，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一定要去寻求更高链接的平台，知道吗？要不然你们在那个老圈子里头啊，做那个跟洋气的人都接触不到的那个生意，你就会觉得自己每天很痛苦，你赚了钱你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因为你那个心气儿就会掉，你没有更高的地方去看，你当然心气就会掉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要不停的去找一找这种这种攀比欲，不停的找一找这种虚荣心的感觉，知道吗？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的这个心气儿。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我有心气儿的人呢不容易老，真的不容易老，知道吧？那个姑娘她做的那个生意是属于有点垄断型，就是资源型，有点资源垄断型的那种生意，然后全国可能做他们那个生意的就没几家，就是这种，然后一年也能挣个1-2千个。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哎，你好，你说。继续非常感谢能够连到你。我有问题啊，就是我的基本盘是33岁，然后我其实是已婚有娃，然后但是是在国外结的，对，所以其实是那个查不太到的，然后在扯快乐证的这个阶段，对，然后男嘉宾的情况是35岁，比我大2岁，扯过一次快乐证，然后又谈过一次快要结婚的恋爱，但是前女友让他投入了有1000到2000个米，然后去年他们分了手之后就开始打官司还钱，预计今年年底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结束，然后但是我在他还跟前女友恋爱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属于那种工作上的，然后他比较欣赏我的这些投资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就属于工作上业务上，然后互相提供情绪价值和业务机会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他对我也是有暧昧关系的，就那样的，然后过程然后他现在的那个诉讼快结束了，但是他自己也有海外的那个公司，还有一些问题，这1-2年出了点问题，然后所以呢就是有点，我觉得他现在的身上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以前其实花米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就挺尴尬的，所以呢就是那个，然后去年的时候呢，就是anyway， 反正就是他的案子现在就比较多，然后呢，但是前段时间就正式跟我说让我当他女朋友，因为他跟他前女友也都结束了嘛，然后他去年的时候 DIY 了一个小朋友，一个 DIY 一个小朋友，然后自己就又当爹又当妈，然后就也有父母帮他带，他的整体盘综合盘就是基础盘还是不错的，然后这2年的话，他给了我一些礼物啊，生活便利条件，用司机啊，用这些，但没有什么大额的付出，然后整个也就是20-30个左右，我也没有什么理由找他要东西，我也不是要东西的那种女生，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是我有一个项目，我们共同要投资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男嘉宾他想投500个美刀，然后也大概3000多个米，然后再签了资料，签了文件，但是呢他要等手上的一个不良资产的项目处置下来，才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去投。然后呢，就是反正男方就是表白我是一个适合未来做他老婆的人。然后前段时间我要去国外读一个 course， 读一个课，然后呢，其实也就9000多美刀左右。然后我就让他给我，他自己说他要给我交，但是他就没有交，就因为他现在的很多账户都被做那个诉前保全啊，都被冻了。他给我看了这些情况，所以他现在就挺穷的，就在哭穷，我理解。然后我跟他谈了一次，然后就是我就挺委屈的，我觉得他的身价跟他要给我付的这个学费还有这些东西不成正比，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太开心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的一个小女生，然后无意涉及到一个就奢侈品包包的那个问题，然后要做一个保证人，一个担保是这个男生，但是留的地址是这个男嘉宾现在的地址。
值，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蹊跷。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女生的电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法院的一个 court 的一个通知单嘛。然后但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97年的小姑娘，然后地址是她家的，然后是因为奢侈品包包的这个问题，可能要保释要怎样的，就这样一个情况，让我觉得太drama了，就戏剧性太强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跟他就吵架，我说跟这个问题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要理我，不要怎样，就是我就觉得他发错人了。Anyway， 所以我们就现在断联了。我想问问看后续的局面怎么办。然后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就还比较自立自强的一个女生，一年大概100-200个吧，然后就是金融行业这样，对，所以我现在也想在我扯快乐证之后这段时间能够再有一个新的机会和男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跟这男的怎么认识的？就之前我有一个项目上，然后认识的，工作的一个关系认识的。工作关系认识的，你跟他合作过项目吗？实际上没有做过太多的交易，做一些交易都是小额的一些交易。你了解他所有的真实的资产情况吗？其实企查这些都能查得到，还可以。企查查什么东西啊？查注册资金啊？对，你说的是。那有个屁用啊！不能完全知道。他之前的房子的话，我去住过，去待过，是知道的。房子有可能是租的哦。上海，就是一个1线的豪宅嘛。房子可能是租的哦，租的哦。也有可能要看，可以也查得到。我告诉你啊，我反正你这个故事听下来，这男的在我这是个骗子啊。这是我给你这个故事我听下来，这个男的在我这是个骗子。有这么蹊跷吗？这哪里蹊跷啊？现在满大街都是骗子，满大街都是骗子。我们也有挺多共同朋友的，然后你没听过我被骗的故事是吧？你有没有听过我被骗的故事？我被一个认识了6年的一个男的，有10几20家公司，注册资本全部都在千万级往上，每天开出来的不是大牛就是劳斯的一个男的，骗了啊。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啊，在2017年发生的事情。现在满大街都是骗子，现在满大街都真的，因为现在经济不好的，现在满大街都是骗子。我跟你讲，我们客户现在还在打官司，就被一个男的出来骗呢，现在还在打官司。还有一个客户，我还有一个男客户，我有一个男客户被一个女的骗了几千万美金。明白。好吧。就是目前我没有被他骗任何的米。那这不是还在路上吗？他不是要跟你2个人做生意了吗？什么拿几千个出来做生意，这就是他马上他这个套马上就开始射了呀。那个是他纯投，不是我们共同No，现在是这么说的，后面就会有变数，听得懂吗？听得懂。他会跟你讲故事啊。对，我也是，就9000刀这个事情拿不出来，我就觉得纯骗子，在我看来啊，纯骗子一个。好的，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现在的基本盘，我现在这个情况还能找什么样的男嘉宾？我未来我其实是想奔事业的同时，然后也想有一个下一段的婚姻吧，合适的这个情况。然后因为其实如果快乐证领了之后，孩子也不小姐啊，刚领完快乐证的话，你可别千万傻吼吼的又去找下一个男的啊！你这种心态的话，你回头遇到的全是猪盘哦。好不好？你能不能消停点啊？想骑驴找马吗？我想听。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好不好？你一点空窗期不能接受吗？其实我想现在男人还是为我所用比较好一点。为你所用，你得用得明白呀！你要为我所用，为我所用，你这是喊口号，为我所用，脑子先搞清白，好不好？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你们就是这样，哎呀，急吼吼的。又想找个人，就跟又想找个项目，又想找个人，其实是一码事儿。你在这种心态下面，你找不明白，你也看不懂。人是要靠处的，要靠实际的东西，知道吗？要看实际的付出，要慢慢观察。你心一急就容易出错。
明白。还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是猪脑子。没有人说你是猪脑子啊，没有人说你是猪脑子，我只是想提醒你，因为你们那样很容易被骗，很容易遇到猪猪盘，知道吗？因为他们会盯着你这一类的人下手。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因为我们每天过眼的案子太多了，我知道现在是个什么行情。明白，到现在还没有被杀住。对，没有被怎样。好吧，你注意一下啊，你放轻松一点，不要那么急着找下家啊，急着找下家容易出错误啊。对，主要是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然后还有结都结过了，你有啊，又没结都结过了，你还慌什么呢？又不是没米。是，其实我也不是很着急，还不像未婚的似的。对呀，所谓的任务也完成了。对呀，自己想过得自在一点。对呀，就把米搞到。就是玩开心可以玩，但是不要急，好吧？不要急着投入。对，我很简单的说，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就外资的体制内吧，然后那我其实想自己就边打工，相当于是边打工，然后边利用就是金融里面的这些资源、人脉资源去创业，想这样。然后因为我发现，就其实我们做一些 FA 的交易或这些，其实金额很大，但是成交率很低，所以我想看如果做一个其他创业的方面的话，有什么办法会比较快速积累更多的米。其实我现在心态是想求暴富，想求1年1-2千。那就毁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心态绝对要不得，好不好？这个心态绝对要不得，会让你亏很多很多的米啊！好吧，就这样啊。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我刚刚跟他讲了的，那想要求马上抓一个人，或者说马上抓一个项目的这种心态，我告诉你们，一定会让你踩大坑。我希望你能把我说的这个话听进去。为什么呢？这种心态会被人利用，知道吗？有心之人他就会利用你的这个心态。你想发财呀，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给你，你就会踩一个大坑，明白吗？因为现在的整个环境啊，已经让很多人就是疯了。我告诉你们，很多人现在就是富极了，疯了，知道吗？而且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在这几年当中亏了很多，有很多他以前不是出来骗的，知道吧？但是因为他亏狠了，所以说他开始动心思。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们每天过眼的案子太多了，知道吗？我这个地方啊，那就是一个男女关系的新华字典。任何一个时期，我这里，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就是晴雨表，因为我手上的男客户非常的少，而且我也只会接非常高端的男客户，你们知道吧？我手上的男客户非常少，我们接的高端的客户真的，我真的是不骗你们，被别人骗了几千个 W 的美金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具体信息我就不说了啊，具体信息不方便说，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有很多人他现在都是华丽丽的出来骗的，知道吗？为什么要华丽丽的出来骗？因为越是华丽丽的出来，你越是容易被他骗，而且你容易被他搞大的。他们都小的，他们都是看不上眼的，因为到处都是坑，现在到处都是坑，知道吗？千万啊！现在这个时机，握好你们自己手上的米，不要因为任何理由、任何原因把这个米掏出去了。我跟你们讲，现在你们哪怕你们就是想创业或者干嘛的，你们先从没什么成本的东西开始搞起，在没什么成本的东西上面拿到了正向现金流，然后你再去想着扩，然后你再去想着投啊！我告诉你们，这个真的是救命啊！这个真的是救命。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面，你现在一旦出来个大坑，我告诉你们，你后面翻身就难了嘞！啊！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然后呢，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找不到曲的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哎，听得到，你说。你好，经常刷到你的视频，感觉向上生长这个观点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今天主要想咨询的是围城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我今年是28岁，在2、3线城市，进入围城不到2年，没有小孩，985毕业，目前年入200个左右。然后我老公大概是年入10个，自由职业。那我们2个已经认识很多年了，然后他对我一直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照顾，而且长得非常的帅气哈。那问题就是在结婚前呢，他就有过身体出轨的行为。不要违规啊！就劈腿的行为。不好意思，你先下去看一下里面规则了，下一个。稿子都没写呢吗？你们？他们稿子都审过吗？今天？喂，你好，曲曲。你好，你说，曲曲，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跟男嘉宾是正常恋爱关系，然后2年之前认识的，认识1年之后才在一起。然后他是金尖行业，32岁，我是28岁，他比我大4岁。他的年入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的投资就是往他的公司外投，就是 LP 是什么400个左右。他有自己给我看过他的银行卡记录，也是在一起很久了之后，就是前阵子吧，我们认识2年之后才给我看过这些。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很多机构啊什么投资的，但是在他妈妈名下。然后我的话是28岁，以前是带货主播，现在我是自己做那个短视频账号，然后年入也就去年吧，大概30左右，但是他就不太稳定，就可能这个月多下个月少一点。然后我们2个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这个人他到底是就是有其他的女嘉宾还是什么，就一直不太掌控他的情况。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太说自己的行踪，就总感觉行踪不定。现在他是从他那个公司里出来了，然后自己做投资，可能今年那个经济行业收入不太好。然后我们俩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吃饭都是吃那种比较便宜的东西，什么美食街啊、路边摊嗦粉什么的他都带我吃过。然后我说几个关键点吧，就是我是虽然年龄在这儿，但是其实感情经历也比较多，但是10点半那个算是跟他是第一次这样。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之前有交过男朋友，可是呢我们就试过，我感觉每个人生理结构不太一样，就是我没成功，所以我就想，我认识他的时候，感觉他就是一个玩的特别开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能搞明白这个事儿，然后所以就抱着这个目的找了个老师，给自个儿找了个老师。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就是没成功，我们俩还一直研究这个事儿，我就奇了怪，我以为我有什么毛病，然后后来终于成功了，我就心想，对这个男的肯定能成功的，终于就是成功了，就很搞笑。你是个小可爱啊你。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好像对这个事儿，就是好像比较就是这种的可能没什么经验，他就比较舒服吧，应该是这个感觉，好像也挺上瘾的。然后我要说什么来着？就是处也挺久了，然后他也对我没什么金钱上的太大的付出。刚开始的话，连我吃饭，我想吃什么他都不去，然后后来就有改变了，就想吃什么还是能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家里人，大概这个前3个月左右吧，家里就是父亲生了比较严重的病，然后他是20岁的时候他就没有没有爸爸了。然后就是好像是这个事情让我们2个突然好像有一点人生中的共同点。他之前没有这么体贴，但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直在跑医院嘛，他就开始每天晚上都给我打很多电话，然后还专门坐飞机过来看我，然后包括后来一些医院的事情也帮我找人问过很多，态度上是认真的。然后这个事情之后我有跟他说过，我说现在这个情况我是想要有一个就是往结婚发展，就可能突然跟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样，算是人生中一个转折点吧。然后他也之后总是跟我说什么
结不结婚，就总是提这种话，但是物质上也有付出，可是就是没有那种大的，因为我觉得在他的这个资产下，应该如果真的有那种真诚的表现，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你说他要是有其他的女嘉宾，我每天找他的时候，晚上他总是在家，就是什么时候都能找到这个人，没有说消失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啊？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他还能不能发展下去？你多大？28，他32。对的。你现在是想找结婚对象吗？我觉得就是应该找了，但是然后你们俩是异地是吧？是，对，现在是异地，之前是一直在一个城市，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必须得在家里。哦，但是如果你家里的事处理完了以后，你就又回他那个城市了是吗？对，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们之前在他看来，你们之前同城的时候相处的频率是？什么意思？相处的频率？对啊，你们同城的时候见面的频率啊。这一开始的时候，就他是那种比较慢过程的拉长线那种感觉，就是每天晚上都有饭局，然后每天都会接我出去逛一逛这种的，然后晚上再把我送回家去。然后后来就是10点半成功了之后，会来我家里，但是来的也不是很勤，但是我叫他都会过来。我说我想见你，他就会过来。反正你应该大概率不是这个男的的唯一一个啊，大概率不是啊。他这个行为挺诡异的。朋友圈他都不发，然后他半夜上厕所都会带着手机那种。不是我都说了嘛，大概率你不是唯一女嘉宾。你自己年收入多少？30左右。年收入也还可以，多发展几个吧。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作为你的唯一发展对象。那可是，那他为什么他可以直接跟我分手呀？就是我们家出了这个事儿，当时我要走了，那其实，不是他如果不是他为什么不能多吃多占呢？您说的也对。你们总是把一个男人对待一个女人的事儿想得非常的严重，想得非常的慎重。他要是那么慎重，你今天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了，知道不？可是所有的关键点就是像之前亚运会的时候，就是那些比较重要的日子我去找他，他都是陪我，然后我去，像现在我们不是异地嘛，所以我回去那个城市的话只能住在他家里，所以我一次有时候住个5-6天，或者他一次出来找我，他都是希望多待。然后我见过他所有最好的朋友，就是他那个投资的公司有年会什么的，去三亚那边，他说都特别希望我去，然后我没去，他说特别可惜什么什么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又奇怪又不奇怪，你听我讲，我告诉你啊，因为呢，你是他非常非常难以遇到的一个，居然是第一次，居然是一个原厂设置跟他的，你知道吗？就是说，男人对于这个东西呢，他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情节，他觉得他玩了这么多，他没遇到过，明不明白？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呢，他会有一重额外的珍惜的成分，这个是的，肯定的。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呢，他的行为呢，目前呢，不能被判定是对你认真的，知道吧？只能说呢，他相较来说，他会觉得，哎，这个姑娘还不错，我不能放，懂吗？但是呢，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选手在对比，在比较。而且32岁，他如果是个单身呀，不结婚的这种男的呢，他本来就是很事儿，就很挑啊，这看不上那看不上，他的要求也高。是的，我觉得你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平等对待，他怎么对待你，你怎么对待他，反正你也多发展发展。如果说你是想找结婚对象，你也多发展发展。你跟他之间呢，你也就很明确，我们就往结婚方向推，你就让他付出，你想要什么你就直接说。我说过，我也是按您来的，硬的软的来一遍。我以前都是那种说你给我买什么不买就分手，然后这个我还软的来了一遍。他也不，他就是那种几千的他买，但是说买个手机他又不他说去投资什么什么，就是死抠嘛。对，就这种男的没意思，知道吧？死抠。那他找你的话，他肯定是觉得你好啊，他是觉得你挺好的，说实话。
那以后他如果真的想跟别人结婚，他也是这样子付出吗？当然啦，也是这样谈女朋友。当然啦，我跟你说，抠是不会改的，抠是不会改的。就是这样的人，抠就是抠，越有越抠。啊，就是其实也是想跟我发展一段的，但是可能没有说结婚那么远，只不过是他也没想好呢。知道吧？而且的话，他抠是一种必然，那抠的不好找对象，那是必须的。他多油，他也不好找，我告诉你。然后再遇到你这样的，他会觉得你没有被这个社会大染缸污染过，他说啥就是啥，也确实很难得。所以你说他对你认不认真呢？他是比较珍惜的，他是会比较珍惜的。但是呢，他们这种人，说实话，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他抠的男的，我们就不喜欢。然后呢，他要求也比较多，也比较高，他肯定还会各种审视，还要各种对比，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之所以感觉就是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思维非常的奇特，而且很厉害，什么能力都很厉害。你这是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之前其实就是做直播，然后现在是自己算是创业那种吧。他给我提供上到了非常多的就是思维上的改变，就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呢，之前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自己有的生产问题东西，一个产品，他说你是想说什么问题？你说这些东西是想问什么？可以跟他一起搞事，就是做投资嘛。他说想往我这里投钱，我们一起做一个产品，可以一起做吗？只要他拿米，你不拿，什么都可以，好吧？他说他拿，然后他拿那部分就按照正常的一个分比分，可以啊，都可以是吧？可以啊，只要他拿米，好的，好吧？拜拜。好，谢谢。做生意难，但是我跟你们讲，生意难呐，你别看他们好像贼精是吧？就是说一定是要置换的，对不对？他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基于觉得你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价值。但是我跟你们讲，生意难就是最容易遭遇到女猪猪盘的那一类，知道吗？哎呦，天道好轮回！我跟你们讲，生意难他们是最容易遭受到女猪猪盘的这一类，骗到职业的猪猪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遇到那种高认知的女骗子，知道吧？给他们把那个光环一晒，羽毛一绣，画个大饼，再签个高级人脉桌子出来，他们也很容易上套。而且他们会损失巨大。我告诉你们，我们找皇帝男、找伯乐男的时候其实呢都是叫做什么呢？都是叫以真诚相处为前提的双向奔赴，知道吗？就是我教大家全部都是在做顺向引导动作，对不对？我们就是有什么我们就说，对吧？顺着给你摸，顺毛给你摸，然后在你开开心心的情况下面付出，我们都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生意男呢，他这种搞法没用嘛，对吧？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让大家找生意男？因为我们不走骗的路线，知道吧？我们就是那种因为我们还要每天晚上睡得着，还要吃得香，我也不跑路，懂不懂？我又要睡得着，又要吃得香，又要不跑路。生意男你要是想这样子顺着跟他什么给情绪价值这个那个很难，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容易遇到那种高端的女骗子，知道吗？而且一薅就是一个大窟窿，一薅就是一个巨大的窟窿。来，他们一旦遇到那种真正的心术不正的这种，那就掉得很大，知道吗？那种不愿意正经的找女孩子正经付出的那种男的，他们可千万不能遇到脑子好使的女骗子。他们要遇到脑子好使的女骗子，他们就废了，知道吗？其实往往我跟你们讲，人给别人付出是好事儿，知道吗？你愿意主动付出的人呢，往往他付出的都是有限的数字，都是叫做心里有数的数字，真的是这样的，对吧？基于别人对我的好，基于别人的服务意识，我的这种付出，其实我心里都是有额度的，明白吗？
我不管付出多少，它都是基于我的总池子当中的一个板块。我这个板块，我可能就是娱乐基金，对不对？我就是用来花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我就是用来花在男女关系上面的，对吧？所以其实这种付出，往往它都叫有数的付出，心中有数，其实他就不怕，明白吗？但是真正的啊，其实生意男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过心术不正的。他们不愿意主动付出，他们不愿意基于别人的这种情绪价值啊，或者基于别人的这种正向对他的这种关怀啊，或者什么东西去付出，他们只愿意在交易的基础上。然后他们如果遇到一个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心术不正的人，他们就废了，知道吧？他们就废了，就是这样。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而且这种人搞完人就不见了，知道吗？你找都找不着他了，你还能哪找得着他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找不到曲，怕找不到曲大本营啊，怕在直播把我们搞丢了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 ，Hello 你好，继续吗？哎，你说。经常刷您的视频，感觉向上生长这个观点对我很有帮助。今天想咨询一些围城的问题。我今年28岁，在2、3线城市，进入围城目前不到2年，没有孩子，985毕业，自由职业，目前年入200个左右。我老公大概是年入10个，也是自由职业。那他这么多，我们认识很多年。10个，你入200，他入10。对。你们是女强男弱的关系是吧？对，就我们俩各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就是从学历上到家庭各方面。家庭背景呢？从经济上来看，就是不会差别很大，但是我家现在的收入会比他家要高很多，方方面面都不如你。然后他最大的优点是非常的帅。然后对我也非常的好所以呢，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就是结婚前呢，他其实就有过一些劈叉的行为，但是当时我就选择了原谅，因为他也很坦诚。那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再提嘛。那这1、2年我陆陆续续就发现他有一些 P 某 C 的消费记录。那他跟我的解释都是因为做生意要帮别人充值但他自己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他做毛的生意啊？他啥生意啊？他1年收入10个，他还做生意？这一点小业务。哎呦我的妈呀！你们看看，你跟前面那个男的一样的，每个月1年收入10几个，他还跟那女的整一什么订婚，是不是一个逻辑啊？接着说。然后，但是他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些消费记录，但他从来不参加这些服务。哎呦我的妈！那我也都相信了。你还相信了？我以为你是装傻，你相信了。没有，我是相信了。然后关键是最近呢，他又有了一些疑似 P 某 C 的聊天记录。那这个聊天记录就已经很赤裸了，就是比如说洗完澡等朋友之类的，就是大家都不敢相信他是很清白的，但是他就是坚持说他是非常阳光的。那所以我就对这段婚姻感到有一些犹豫吧，因为我自己之前都是比较恪守妇道。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哼哈也不是很和谐。他这些年嘛，作息生活又颠倒，然后身体跟不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 P 某 C 被我发现之后呢，我就认识了一个男嘉宾。然后呢，他跟我很合拍，虽然他物质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就是能有比较多话说。但是我跟我老公就是可能可以聊的东西不是很多，而且我们哼哈也蛮和谐的，所以我现在内心就是非常的纠结。一个呢是我很愧疚，就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对这段关系不够负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嘉宾现在对我有一些占有欲吧，时时刻刻都很希望我扯快乐症跟他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现在的这样的围城关系。你这是个猪，知道不？你是个纯猪啊，24K 的，真的 24K 纯猪，你属于是。我跟你讲啊，你呀，
就是那种从小到大把脑子养没了的那种白富美，知道吗？你就是属于典型的是这种类型的，被这种长得帅的男的嘛骗的裤子都没有了，快！我跟你讲啊，首先啊，你这个老公呢，这是废人一个啊。首先我就判定他废人一个，又身体不行，还在外面 PC。这个 PC 这个事儿是100%锤的啊，100%锤，没有任何的这个质疑空间啊。你不会跟我在那掰扯，100%是这么个事儿，100%是常年 PC 恶习的这种啊，常年 PC 恶习。所以他又在外面搞 PC， 他跟你这怎么和谐的起来呢？那和谐不起来呀。他的子弹都在外面用完了，懂吗？他跟你这是和谐不起来的。然后你这现在吧，你再搞个维外，这个稀巴烂也是个稀巴烂。你们这些白富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就去找一个那穷的男的什么的。我跟你讲，不行的，因为哪个穷男的看见你都想薅你，知道吗？你为什么那个男的他要把你跟你要占有啊？当然要占有了。哪里遇到个你这么大个24K 纯猪，他遇不着啊他。你这个白富美当然是谁都想占有啊，你这说屁话。一个金矿他当然可以给他挖了挖自己家里来了，这还用问？你出去玩啊，我告诉你，你要么呢玩那个付费的，知道吧？你要么呢就玩那个有点东西，人家也不想把拆家的，懂不懂？你不要玩这种一玩一撕就是一层皮。没有意义啊！你要玩你就玩那个一次性的，懂不懂？花费一次性都可以，不要搞感情。除非你已经想好了扯快乐证，反正你加这个也无所谓，反正废人一个，扯快乐证也无所谓啊。那你就扯了，你单身你随便想怎么玩怎么玩，但你不要老找那些穷的要死的些男的在那扶贫，然后常年跟别人搞情绪价值，完了以后别人要跟你结婚，你还以为别人对你是真爱，你别犯这种蠢，知道吧？好，谢谢曲曲。我都想笑，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就这样啊，拜拜。不是我想笑，我说他24K 纯猪，他说谢谢曲曲，不是我自己，你跟我的说不好意思了，你是给我的说不好意思，不是别的，那外面这些人，我跟你说，到时候成个狗皮膏药，知道吗？外面这些男的到时候他成个狗皮膏药，到时候天天在那纠缠你，完了搞得你鸡犬不宁，何必呢？你要么你就把快乐证扯了，你干干净净出去玩，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把快乐证扯了，你想跟你现在这个住在一块，其实你还是可以跟他住一块，你知道吗？因为他经济能力差，他肯定得扒着你，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呦，这种男的真下头，一年挣10个他还应酬，哎呦我的妈呀啊！其实一年挣10个还要应酬，应酬这2个字是为你们这种人发明的吗？跟你们有啥关系啊？到底啊，什么人都应酬，我真是服了。你说你们这傻白甜呐，我都不知道怎么骂你好啊！你们家里那个老公到底一年挣几个子儿啊？还应酬呢？别人马云都没他应酬多，你知道吧？我真服了，他还要应酬到 PCE 的地方去，他妈做多大个买卖？他是接什么市政工程啊？他，哎，我真是，我都被你们气笑了，给我。哎，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转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迷路了的，怕找不到我直播了的，怕不知道我直播到哪里去了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看啊，我就跟你们讲，你们这些女生吧，这典型的属于没有社会经验，找那个长得帅的干嘛？中看不中用有什么用啊？啊，男人也是一样的呀。关键是要用，不的是看呐，那摆在那家里看个什么玩意儿呢？净搞些中看不中用的，帅有个屁用啊！真的是啊，光有个壳子有个屁用，是不是啊？长了个劳斯莱斯的脸，安了个拖拉机的发动机，我真是服了啊！劳斯莱斯的脸
脸配那个拖拉机那个发动机，你们也是要搞了个众泰，是不是搞了个众泰回去啊？别人要你买保时捷，你他妈搞个众泰，我真是服了。你们能不能搞个好发动机啊？啊，搞个好发动机，壳子不重要，懂不懂？壳子没那么重要。下一个，哎呀，真是傻白甜。我那天看到一个，稍等一下，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把我快笑死。有个男的，他用那个众泰改了那个保时捷的标，好像说骗了500个女的，骗了500个女的米。我好像看那个新闻。哎，你说 ，Hello， 你好。哎，你好，曲曲，你好。哎，你说。哦，能听到对吧？嗯。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因为这个是2个问题，所以我就先说一下。我今年是36岁，然后呢，身高168，体重98斤，因为长相身材是雕琢过的，然后在8分左右吧。然后是3年前扯的快乐证，有一个5岁的娃，这个娃是跟我。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的前夫呢是妈宝，然后没有工作。他母亲呢就是比较泼辣那种，就是因为他是家某报嘛，然后最后就是我到那个法某院，然后就是起某诉，最后判了以后那个宝宝跟我，但是他一直就是无理取闹找事情，就是想以娃，然后就是威某胁让我跟他复婚，但是我一直不同意以后，然后就是他就开始跟某宗，然后在我车上就是放那个某些东西。被发现以后，然后就是他母亲也是在那个叔叔面前对我动手嘛，就这个事儿就是在那个叔叔那边就是那个立案了，立案以后，但是后续呢，就他家人一直就是求和，让我原谅他，然后就是心软嘛，像父母有一个就是想他有个父爱，我就是和解了以后，但是他并没有悔改，在上次9月底的时候。他在借着就是看那个娃的那个机会下，把娃就抢走了，藏起来以后，到现在也没有送回。然后我是通过叔叔，还通过法某院去联系他，他都拒绝。然后现在就是正常的那个途径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现在知道他在某个地方也能看到他，但是这个娃现在就是有20天。没有出门了，他不让娃出门，所以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就是有什么解决办法？是直接就是等着他出门，然后带娃出来的时候我给娃抢回来，还是说就不理了，等着看他到最后的时候会怎么做？抢回来吧，直接抢。那现在他不出门啊？等着呀，他总得出来呀。这个事儿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也是找了一些那个朋友嘛，在那儿守着，然后就是娃一直每天哭闹嘛，也挺不好的，也是那个现在不让出的话，现在我在1线城市已经把那个房子啊之类都准备好了以后就打算等到就是他们带娃出来的时候把娃抢走以后就彻底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然后消失，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后续的话，以他家这种无赖程度，他肯定还会以各种理由是起某诉啊，然后是我就直接不理就好了，对吧？哎，你让他去，大姐，我告诉你啊，你们这种就是属于典型的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知道吧？我知道。你怎么能放过他呢？下次再抓到有一丝任何的证据，必须把他搞进去，就对了呀。我是这样想的呀。等机会就完了呀，你慌什么呢？你先把娃弄过来，等着他们出招，等他们再出招，全方位安监控，回头把他弄进去就完事儿，好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是后续要做的事情，因为他动我娃了嘛。然后这个事情我也是挺生气的，我也知道，就是我认识你、接触你的时候可能才有半年嘛，然后就是之前是挺浆糊的，但现在我也清醒了以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各种手段都用上，他就是不出来。所以我现在就是精力和人力都耗在这儿嘛，就等嘛。然后这娃也挺可怜的，就是现在有20多天了吧，也是就在这个位置就不出来，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才再等等吧。你这个事儿也20多天了，他也不能憋那么久的。
家里人是正常出入的，但就是不让娃出。不让娃出，你找几个人到他家里去就完了呀，在他家里只要一开门直接就进去就完了呀，你等什么呢？我敲门了呀，你敲什么门呢？你不用敲门呢，他们家里人只要有人出来，门一开，人马上进去就完了呀。这不算私闯吗？你让他再去这抱就完了嘛，你把娃先弄过来呀，你怕什么呢？我没有怕，主要是我现在就是一直有人在这，家里也去了，然后就进不去嘛。他那个问警察了以后说叫私闯。哎呀，你不要怕，你不要怕，那个娃是不是判给你的？对呀，你先弄过来再说，让他再去告你。好，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因为之前嘛，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围内。然后我们是工作关系，他那个就是追了我1年，给我付出了100多个。然后等到差不多我跟结束了以后，然后他告诉我我是发现他是围内，然后他就跟我保证他会那个扯快乐证，而且他是一直守着我在做这个事情。我也看到那时候就恋爱脑了嘛，就信了以后差不多纠缠了2年半快3年了，他为我付出了300个，到最后我发现他一直在骗我，他并没有扯这个证，而且现在跟对方关系很好。现在，然后我那个就是说我要跟他就是断清关系，他就是一直也是在那个没完没了纠缠。去年为了躲他跑了8个城市，也挺累的，然后疲惫不堪，都被他找到了。然后现在他就是我俩闹得很僵嘛，他就现在就说，那你这样，我给你的东西呢，他就开始录音了嘛，对吧？他就说那个我给你的某某什么东西通过哪儿转账，我就不承认。我说那是我的呀，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那个他就录不出来，到最后现在就跟我说，你要把这些还给我。我说那你就走程序就好了呀。然后他就现在就是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软的就是也是现在每天开始派人跟着我，就是我去哪儿，就这段时间我去哪儿都是有人一直在跟着的，一直在跟着，然后就是也抓不到他什么把柄，他就现在一直是这样，冷静几天看你平稳了，然后就出来折腾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他会不会就是马上跟他们家这一块儿，然后我要不要就是他出什么招我接什么招就算了。他要是要跟他们家一块儿来告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吗？大概率呢，他是不会这么干的，要不然他不会费这么大劲，还找人跟你这个那个的。所以你不用理他，还是这个意思。你住在哪呢？你们遇到事儿了呀，你要装摄像头，知道吧？主要是要有证据在手上，然后你再去弄的时候你才有东西，要不然你都没东西你怎么弄呢？我家里有装摄像头，我不知道他们都用什么手段了，就是装了2天以后就是显示信号被干扰，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以后，然后再用1天就又显示就是被干扰，就无信号就录不下东西。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去弄的，所以现在我就找不到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手里有很多他的东西嘛，就是他现在也没有轻举妄动或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很费劲，就一直想着说你想怎样，就是这个我在努力去做，我在扯这个证，然后我说我不接受这个关系，那就别管了，那就等着吧，那就不用管他，他告他大概率是不会走这个路子的，你就让他去告吧。好，那我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也不等什么了，因为这个叔叔就说这属于私闯，这个很麻烦，就是所以我信了这个话，我就一直没有动。那我现在就去等他开门进去以后，对你怕个毛线？你找几个男的，对不对？直接就跟你一起，对吧？直接就跟你一起，你是孩子他妈，你怕个屁呀？对，孩子在我这儿。那就行了呀。好，我知道了。好吧，我知道了。那下面的话，他家做什么就等着他做，然后把他搞定就算。对，是的。太欺负人了。好，就这样啊。我觉得，好，谢谢。不想听这男的烂事儿，我不想听你们在那说这些男的有多稀烂，我不想听他有多稀烂，我知道他有多稀烂，我一个字都不想听的。我每一天真的要洗眼睛啊，洗耳朵，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老是被吓到。我跟你们讲，我们团队呢我是有就是配套的这个律师团队的，知道吧？
然后虽然我自己不搞这个东西，但是呢，每次呢，我的律师团队呢，每次听了我们客户的 case 之后，就会来跟我说，知道吧？然后就会告诉我很多很多东西。其实我就发现啊，绝大部分时候啊，大家都是被唬住了，真的都是被唬住了，都是因为啊，被叔叔们唬住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就不敢动，错过了最佳时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第一时间呐，一定要把握住。好多时候你们在第一时间，如果说啊，当时能够采取正确的措施的话，坚决不和解，知道吗？坚决不和解，然后马上找律师，坚决不和解。只要你们是占理的，往往都能拿到很好的结果。真正让你们拿不到结果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下子的恍惚、迟疑、害怕，然后错过了最佳时机，没有拿到很好的证据，知道吗？真的是这样，被那些男的给吓死了，胆给吓没了，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知道吗？尤其是啊，我再说个编外话啊，尤其是姑娘们啊，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遇到了那种墙什么的啊，我告诉你们啊，一定给我记住了，第一时间马上找叔叔，第一时间啊，千万不要让步，不要怂，立刻把这个事给他定死，听懂了吗？而且啊，我提醒大家啊，不要主动跟那个男的谈米，如果是这种强的啊，听懂了吗？千万不要主动跟那个男的谈米，一旦谈米，那么就完了啊！后期他就有证据了，他就说你们两个人是交易关系，听懂了吗？千万搞不得啊！我说个编外话。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错过我们的直播，怕找不到曲曲，因为曲曲是这个游击战直播啊，而且呢是非常多的这个某一小部分的啊这些什么莫名其妙的群体的敌人，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啊，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好不好？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关注小助理在里边给你们的信息。来下一个。你好 ，Hello， 你好。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我的情况呢也是比较稀巴烂的，然后就是我是在19年前吧，就跟我这个前任，然后在一起了。当时前任呢，其实他家庭条件挺好的，也有一定的才华，然后我们两个呢应该算是工作上的一个拍档，然后呢就是我比较强，然后就是我的这个整个因为我们都是做销售的。然后呢，销售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就是遇到在公司里面就是个名人吧，然后呢，就是他就跟我在一起了。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他是有扯不断的两任的，就是有女朋友，然后后面又说关系不好，然后就跟我在一起了。就我这个人也比较单纯，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其实他应该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跟前任啊，包括他的后面又搞了个什么分开的啊，但是。后面他就说，没有，他已经搞清楚了。当时去我家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的衣服、行李那些都还在那个前任那里，说是他大学的女朋友。但是呢，后面呢，就是我就相信他了，然后就后面很快就结婚了。那结婚了没多久呢，我就发现他YP 啦，约 P 啦，就是各种乱来。但是我不已经怀孕了嘛，后面很快，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一开始的工作是相互的，就是我比他强，然后他在不是特别好的那个区域，然后我把他调到我的区域，我的区域是比较好的，就是通过我的关系，当然我觉得他，就是工作上算是比较有才的那一种啊，就是我纯粹当时是这样欣赏他，
他家里条件好，但是我当时并不是奔着钱跟他在一起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后面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线城市在一线城市很好的地段，我们买了一套房子。当时其实他家是没有给钱的，是我自己的钱买的。然后他不同意买，他说买房子就是下你的名字。当时我们俩已经结婚了，他说就下你名字，反正不关他家事。然后呢，后面我实在不够了，就等于是向他爸借了10万块钱，但是后面以后还，然后还掉以后一直就我做的挺好的，但是他还有个恶习，就是会赌。然后就一直这些年，然后我们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爸买了一套房子，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就是反反复复都改不了，甚至我生2个孩子期间他也没有改，就我记得很清楚，我生2个孩子的时候住院的那段时间，他还在去什么东莞啊那些地方啊，反正很多的。你的问题是什么呀？你先说你的问题吧，你这就是个稀巴烂的故事，你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就我的问题是后面我跟他，然后他又负债嘛，负债以后就把我的那几套本来是我自己买的，就全部亏没了。我的几套房子亏没了以后呢，就是然后呢就办了离，就离了。离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离开我住的地方，后面我们就租房子嘛。他就说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再加上2个孩子还小，然后他父母也不好看孩子。就整个就是离婚不离家的那个状况，然后持续了几年以后，后面我又买了房子，因为这当中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作上的需要，就是拍档嘛。然后当然拍档的时候呢，他其实很私利的，就是他赚他的钱，我赚我的，就我们还是对半分的。但是我赚的钱呢，我要养家养孩子，我还要买房子供楼，他什么都不管的，反正。就外面一堆稀巴烂的关系，然后后面呢，就是他说改，我们买了房子以后，我们又去付了，就付了以后呢，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会发现他前国飞去外批，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大姐？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哈，就是好，然后把这个弄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又办了离，办了离以后，就是还是离婚不离家，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我就把他赶出去了，然后赶出去以后呢，就不让他住我家了。他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前共同投的一个项目啊，就是他通过我的手拿出去300个吧，他现在呢，就是我把他轰出去以后呢，他就把我彻底拉黑了。问题说快点。问题是我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向他要钱了。然后呢？然后我这该怎么办呢？你找过律师没有？找律师也没有用啊，因为我是通过他介绍了一个投进去的，但是他是新手人嘛，但是没有办法，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了，你不用想了，好不好？要不回来了。你的问题就是要不回来了，就是像他这种，就是我就不要跟他那个啥了，是吗？你让我说什么呢？你呀，从头到尾呀，骂了5分钟啊，这男的怎么有 IP， 这个那个，这个，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啊？你是瞎了吗？被这种男的一次又一次的骗，你是瞎了吗？你不长记性，记打不记疼，那不骗你骗谁呢？对不对？其实他是能赚得了钱的，赚得了米的。关你什么事儿呢？我发现他前年开始还就是在抖音打赏几百个。你别说话，不是他能有多少米，关你什么事儿？在你这儿，你就是个倒贴的，你就是个赔钱的。对，一直倒贴。那你还说什么呢？认呗。脑子不行就认呗，对不对？还问什么呢？他有再多的米，他也不给你，他都给别人。在你这，你就是他的那个蓄水池，你就是他那个 ATM 取款机。就我现在连要都不让向他要了吗？不是，要了没用啊！你怎么要呢？啊？你怎么要？我请问你。是你自己投的，姐姐，
自己不长细心，自己就要为自己的失误买单，对不对？每一次都要蠢，每一次都要被他骗，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的米拿来给他用，那你怪谁呢？那要不回来肯定是要不回来呀。还想跟他过，还在问啊，我跟这个男的难道就这样了吗？就不来往了吗？还想跟他过。就是其实本身我们是有一些业务上的来往的，就是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业务方面有一起赚过米，就是也有这样子的，但是呢也确实没什么太大用，赚的后面还是被他骗了。你不要说了，小姐，那不叫你们一起赚米，是你帮他搞米，好吗？你是他的打工仔，好吗？你就是财富的搬运工，你还说啥呢？你天选打工人，还说什么呢？对不对？而且不，你现在还要稀里糊涂还不行，你回头还有多少，你还得被他骗。这300它都不是尽头，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这个300是尽头，只要你跟这个男的还来往，你还得有多大的窟窿，你都得填给他，没有尽头，知道吗？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你说他现在各种拉黑我是想干嘛嘞？你说想干嘛？你找他要米他就拉黑你啊？就你什么？你说干嘛？他确实我是感觉他确实欠了挺多米的，就人家有些时候还追到我这里来了。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呢？你要救他，那你就接着跟他裹呗，也是，好吧？别让他去害别人，就害你一个，是不是？要害就害你一个。就是我那300我也当没了。那只能这样啊，这就是你自己上课呀。你上了那么多课你也不行，那你只能接着上，对不对？他在国庆假期是这样子的，就是带着2个孩子回老家了，然后回老家的时候呢，发现他为了跟某个女的去度假吧，然后呢把我2个孩子丢给顺风车回来。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让大家跟你一块谴责这个男的？你自己爱他爱的死去活来，你要谁跟你一块谴责啊？你明知道是个人渣，你非要爱，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这就当断了，什么都不要去追他了，就当做自己没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呀，认栽呀，买单呢。你买单买不行，你以后还得再买单，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本身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项目一起谈的，然后谈到一半，他现在也不跟我合作了。其实我们本来那个项目，就这个项目也停止了。我直接给你挂了，脑子不清白的。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要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天聊的干什么，对不对？我都说了，你是帮人家打工，财富的搬运工，好不好？你跟谁做项目不行啊？找个清清白白的合作方找不着，是不是找个清清白白合作方找不着，还在那掩饰自己的愚蠢？你骂那个男的有什么用啊？你骂那个男的不如每天站镜子前面骂骂你自个儿。那男的笑死，知道吧？你们知道那个谁吗？就是那个的，就是今年上半年跑路了的一个男的，专门告诉大家说啊，做基金行业的都是骗子的那个男的叫什么？长得还挺还挺像个好人的那个男的，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吗？后来跑路了的。哎，对，翟山鹰，你们知道那个翟山鹰吗？知不知道那个翟山鹰？他天天在外面宣讲说啊，基金行业的都是骗子，基金行业都是骗子。完了以后，他来教大家挣米啊，搞了个什么鬼，像什么铁盒子，搞了个什么铁盒子啊，拿那个
拿那个当时很火的那个什么元宇宙的概念吧，还是拿什么概念啊？是吧？搞了个铁盒子啊，那个里面就是个磁铁，一个人8万啊，一个人8万，卷了多少个亿啊？跑了以后，然后呢，他那个发了个视频，嘲笑他的那个被他骗的人，嘲笑他们。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一直跟你们说做基金行业都是骗子，对不对？”他说：“我一直跟你们说做基金的都是骗子啊，我这就是最后给你们结业呀，我这个课我最后给你们上的一个结业的这一课啊。”他人跑到国外了以后，还发个视频骂，还是发个视频嘲讽那些被他骗的人，你们知道吗？是骗了20个亿吧，是吧？你们有没有看他发那个视频？他说这就是我给你们上的结业的课，我一直在告诉你们做基金的都是骗子。他说我这不是在给你们上课吗？我这是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啊，是不是？他说你们没把我的话听进去啊，对吧？他说你今天不被我骗，你也会被别人骗的，那你还不如给我骗。然后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的是居然还有很多的人拥护他，就是还有很多已经被他骗了的人拥护他，说你们不懂，他是在搞大动作，说大家都不懂，他是在搞大动作啊。那跟那个贾老板不是一样的吗？下周回国，天天还有人在说贾老板不是跑，他是在研究大项目，他是在搞大事情，妈人影都见不着，每天还说他在搞大项目，你们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啊，你自己说。所以说我说你这个学费交不够，你就跟我接着交。我告诉你，你那个男的就是这么想的，知道吧？你这个学费交不够，你就给我接着交，嘿，是不是？反正你这个脑子就是个不清白的，对不对？你上多少当，受多少骗，你给我搬运了多少，你都不长记性。他心想，好歹我是孩子他爹，你给我骗总比被外面的人骗好，对不对？你要不你也这么想，你是不是心里舒坦了？对吧？反正我就是个猪脑子，我给别人骗还不如给孩子他爹骗，对吧？你是不是这么想问题？那男的就是这么想的呀，是吧？遇了个世纪大猪，不骗你骗谁呢？对吧？反正都是个韭菜，我不割也有别人割，他就是这么想问题的。你说那把你怎么办？这把你怎么整？你要大家跟你一起骂那个男的吗？那有什么好骂的呢？对不对？大家只会觉得你这活该，那有什么好说的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走丢的啊，怕找不到曲曲，怕跟不到曲曲的直播的宝宝们，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关注小助理在粉丝群里面给到大家的信息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说话。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你说。哎，不要退出哦，不要退出，你退出我听不到。好的，好的。我的年龄是，我们双方都是40加，都在韦某内。我呢是全职在韦多年，那男方呢是大苹果高层，但是年收入呢我不详。那我们呢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哎，你这个声音我听不清楚啊。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听得清楚吗？不太行，你要不换个网好不好？现在可以吗？我靠近了。你把网络切一下。现在这样可以吗？听得清楚吗？你不要把话筒捂住啊！你说，我们呢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那夫妻双方呢都认识，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那我呢先对男嘉宾表示了好感，那他也积极回应，所以呢我们就哎，不行，你重新连一下。来，先连下一个来。
下一个。我一到上海的家就漂亮很多，因为光比较好。这边因为我的灯多，在别的地方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灯都带着，而且我都是用手机播，我也不用摄像机。Hello， 你好。啊，曲曲你好。哎，你说。就是我感觉我的关系就是比较属于稀巴烂的那种，但是有点紧张。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是我的年龄是在22岁，但是学历是大专，我的家境是那种比较普通的，但是也会在经济上面就是帮助我一些。但是我目前的存款是不到10个，我的长相是在6到7分，属于那种偏气质类型。但是男方是年入大概是在几百个，但是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他的年龄是比我大20岁，他今年是43岁，但是他在那个超一线城市有好几套房产，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委内的。我们2个认识有5个月，然后他也知道我是出厂设置，就是他也比较看重这种方面，但是他对我的付出不是很多，不到10个，这5个月之内。不是，你跟他有发生吗？有。说，不想听了，别说。然后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再跟他有相处的必要，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为我付出更多？直接开口啊！你会开口吗？不太会。直接开口，直接说。我想要什么？跟他要多少呢？哎，你说我想买个车，就这样。他有答应我说要买车，因为我是有考虑去韩国去读书，但是他不太建议我去。但是如果他说如果我非要去的话，他会给我出这笔钱。但是他又说如果我不去的话，他才会给我买车。先买吧，先把车买了嘛。现在就去看。我感觉他好像不太会买。现在就去看了就跟他说，就要买，这个月就要搞，听不听得懂？但是他之前也对我有过就是承诺过许多东西，但是他都没有做到。我都说了呀，立刻马上就拉着他去搞。要是不搞就不用在一起，听得懂吗？立刻马上分，拜拜，再见。你说爹爹再见，爹爹，听得懂吗？好的。一个承诺不兑现，代表一辈子不会兑现，听得懂吗？一个承诺不兑现，代表一辈子的任何一个承诺都不会兑现。所以说，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说了，我就马上要拿到手。他这个说买车也就说过2次，他说在我不去韩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马上就去看完了以后就跟他说我看好了，你就给我买。好的。如果不买，立刻马上拜拜，听懂了吗？行，那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是去韩国读书的话，是提升学历是这一点就是比较好，还是就是去超一线城市去打拼一下比较好？能读书就读书吧，去韩国读书也不影响你在那边挣钱，好不好？行，多见见世面吧。而且我跟你说，姑娘，你要是跟这个男的没怎么着之前来连我，你起码就是100个，我告诉你，知道吗？我也有点后悔，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他身上就是付出的这些时间跟精力还有青春值不值得？肯定不值得呀，这还用问？连基本线都没达到。我们首先第一个基本线，大多少岁花多少个 W， 第一个基本线就没达到。第二，你还是个出厂设置，你要是没有跟他好之前，你来跟我连，这男的没有100个，根本就不要进你的身，知道吗？就让他滚远一点就完了。我告诉你，绝逼是个围内啊，你不用想了，绝逼是个围内啊，肯定是围内。对的。5个月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围内，等于他是围内啊，好不好？
但是我有他的身份证号，这能查到吗？哎，你查个毛，有什么好查的呀？你查了这玩意儿干啥？不用查，懂吗？你别帮他给自己选胡萝卜。你查完了，哎，万一他是个没有围城关系的，我告诉你，很多男的呀，他是没有证儿也有的，所以你不用查。你要铆定的是你自己的目标，你跟这种爹爹在一起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钱。其实对呀，哎，说的非常好哦，没有这玩意儿，你是啥围都跟我没关系，好吗？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对这种人有什么情感上的这种瓜葛，完了以后还指望着他是个单身，说不定我们还能结婚，又给自己悬个大胡萝卜在前面，然后又当个蠢驴在那拱。这种想法其实我是没有的，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我跟这么大的人在一块儿，其实就是为了就是经济上他能给我一些帮助。所以我告诉你，不用找，你不用想啊，姐基本上也是我说的这么个事儿，好不好？5个月不能判断是不是围内，就等于是围内，就等于是围内哈。我告诉你。但是我感觉他最近就是对我的态度有点冷漠，就是我发现他在抖抖上面、就是、玩完了想撤退呀，你赶紧的薅啊你赶紧的跟他说，赶紧的抓他去。好的，就这样。哎，烦死！鬼爹真讨嫌呢，这鬼爹怎么这么讨嫌呐？一天晚上在外面骗，一天晚上在外面骗小姑娘。你们天天指望这些男的，哎，过一段时间，到年底，到明年，到这个，到那个，我给你买这，我给你买那，你前面挣是啥了呀？啊？你跟个神算子似的。我跟你们说，所有的承诺只有在兑现的那一刻，你才能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懂吗？不要来问我怎么能判断一个男人的承诺会不会兑现，在他兑现的那一刻才能判断，听懂了吗？啊，最多就是什么呢？他如果付出过5个，我相信他也许会付出个15个；他付出过50个，我相信他也许会付出150个，听懂了吗？也就是说，如果你让我相信他一个150个的饼，前提是他付出了50个，明白吗？这个就叫判断依据，用数据说话，知道吧？没有数据，你没有判断依据，动不动一上来就是买车买房跨越阶级，你把那个饼啊画的比他给你画的还要圆，你还在上面上芝麻。来，把刚刚那个再连下来。反正我现在这些男的已经要把我骂死了，我也不管了，我跟你们说，我管那3021的，不重要了，骂吧，爱骂吧。叫啥？刚刚前面那个？快点，我要下班了，快点。刚那个离开了，然后这个没有申请连麦，然后申请连麦一下。啊？就没有别人了是吧？这个我咋说呀？他个一串，你们要连麦的人呢，把你们的名字改个好记的，不要用那个系统默认的名字。那个系统默认的名字，我念一长串，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你。改一个好记、好说、好念的名字啊，好不好？下班积极的劲儿像极了你，我没有，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很爱你们，我每天在这里跟你们这朱言朱语的对话，我很开心，好不好？行不行 ？Hello， 你好，你好，哎，说，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啊，我们俩呢都是年龄在40加，我呢是全职在围多年，男方呢是大苹果高层，年入不详。什么东西不详？年收入不详。好，
然后呢，因为我们都是小地方，且有共同的朋友，那夫妻双方都认识，所以呢，男嘉宾特别谨慎小心，没怎么出去过。然后平时活动呢，就一些外卖，极哼哈，无任何付出。那么我们在一起1个月之后呢，我就提出了让他要投入米，遭到拒绝。然后呢，就说我在一起没几天就要米，表示很不能接受，说太物质、太势利，然后目的性也太强。还有呢，说他的财政都在女嘉宾那里，自己也不管米，所以呢也没有米。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我先表白，然后呢他是积极回应才在一起，所以呢我也就作罢了。那么到目前呢3个月，我听不清楚。到目前什么？到现在我们3个月，他也没有任何的付出米。然后现在呢，我就提出了分手，他也同意了目前的断联。但是我是觉得他是会再联系我的，因为他还是我能感觉到还蛮喜欢我的。然后我呢，我的诉求是，我呢其实也挺想保持这种关系的。然后呢，但是我又不想显得，就是因为我听了你的课嘛，我就觉得，如果说他一点都没有在米上付出的话，我就会显得自己好像太廉价了。所以呢，我也要求就是，目前他是不愿意。我听不见了。目前他是不愿意。你是戴耳机了吗？没有。哎，我的妈，我快累死了。没有戴耳机。说。就是目前他是不愿意付出米的，他的理由是：第一，他不管米，他也没有。我这些我都听到了，你有什么问题啊？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他的，我也想让他就是跟他保持这种关系，但是呢，我又想让他付出米，觉得让他也是真的蛮喜欢我的，就是这种。他不喜欢你，小姐，你是从什么维度会认为别人喜欢你啊？啊？你从哪个维度觉得？哎，我能感觉到他挺喜欢我的，你哪个维度感觉到的？他不愿意付出米，就是不喜欢吗？对呀，这就是无所谓，懂不懂？你要愿意跟我2个人就这么好呢，我当然也愿意跟你好。你要是觉得想让我付出点什么，那不好意思，那没有，那没门，这个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然后呢，他跟我讲，他也不会找别人。他说他以前有一个3年的女朋友，因为那个女的跟他也是有感情的，但是呢，就是那个女的提出来要跟他结婚了，所以他就分手了。所以呢，跟你有啥关系啊？他的意思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他也不会找别人。哎呦我的妈呀！他是个大苹果，人家找你一个都已经有点不安全了，再多找几个他不是更不安全？这种东西能代表什么？你有一个地方有发泄口就可以了呀。像这种情况，我又想让他给我投米，有没有可能性？没可能，他很明确，你不值。他跟你的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我免费可以，你要让我花米，你不值，他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跟他在一起没多久就提出来要钱要米就不好。他说的不是代表他的真实的，懂吗？我跟你说的是真实的。他跟你说的那个叫借口，明白吗？借口。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的关系现在不能继续？你喜欢人家，你想继续就继续，但是呢，你不要指望人家给你付出，因为你喜欢他比他喜欢你多得多，听懂吗？那也就是说，我这段感情可以断了。我再说一遍，你喜欢你可以继续，
但是不要指望有付出啊，这个就是我的结论，你们不要篡改我的结论啊。那他有可能付出吗？像这种情况？哎，我说的话是听不懂吗？人家不付出，你问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那你可以耗一耗看看，好不好？你耗着呗，反正你也喜欢。不是这种人会用，就是真的会喜欢别人吗？会呀，会呀。但是这个人大概率不是你啊。还有问题吗？没有。拜拜。我跟你们讲一下，万一这个麦挂了，我再跟你说啊。这位姐姐，我想跟你说一下啊，你们不要这么大年纪了在这恋爱脑，知道吧？想让谁付出，开始之前先让他付出，懂了吗？你多少有一点付出，他起码知道哦，跟你两个人这个关系是需要投入的，对吧？如果说你觉得我要这个大苹果不是为了让他付出米，如果我是为了让他要资源或者什么东西，也是一样的。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先提，明白吗？先看他能不能帮你办成一点什么事儿，不要自己给对方画光环画饼。如果你们已经是这个关系了，他前面也没有付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再开口找别人要了，就很 low。你干脆就装成一副啥也不图的样子，先数数看，是不是耗着？这就是我说的先耗着，对吧？你耗他个半年1年的，对吧？耗到他觉得，哎呀，这女的还是真的是对我蛮好，蛮喜欢我，你那个时候再去提诉求，它也是一条路，成功概率肯定比你现在这样高。你们是把最错误的路径走了一遭，明白没有？最错误的路径就是开始之前啥也没要，结果开始没多久马上开口，这就是最稀巴烂的路径，最稀巴烂没有之一，懂了吧？我再重复一遍啊，2种路径，我们优先选择第一种啊。就是在对方很明确喜欢我的前提下，我选择第一种，对不对？你喜欢我，你想追求我，你先拿诚意，你要不就付出米，你要不就付出资源，你要不就嫁接平台，你要不给我帮忙，你先拿出诚意，然后我再跟你在一起，对吧？这个是我给你设置的障碍和门槛，用来代表你的诚意。这个是基于什么？基于对方喜欢你，对方追求你，对不对？对方向你示好，抛橄榄枝，走第一条路径。如果是你先盯上了他，对吧？然后这个男的呢，对你呢就是无所谓，本来也就是没有觉得非得跟你怎么着。如果你希望对方给你嫁接什么东西，你可以选择先跟别人好，但是你跟别人好要温水煮青蛙煮到位才能开口。温水煮青蛙没有煮到位，你这个时候一开口你就废了，懂了吗？直接就废掉了，因为你这个嘴脸暴露的太难看了，是不是？人家心想是你往我身上扑的，是你想找我的，怎么你找了我，然后你开始找我要费用，有这么个搞法吗？对不对？你找我不该你跟我给费用，还要我给你给费用，对吧？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要温水煮青蛙了，因为你反正也是个赌，对吧？你不如就是慢慢耗，你耗到他觉得哎真的对这个女的有感情了，是吧？老房子着火了，哎，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哎，磨一磨，看看有没有什么诉求抛出来提一提，起码你要让他有点损失厌恶吧，对不对？因为你的感情给到他了，给到他了以后，他是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也没付出什么，这个时候感情有了，你再做抽离动作，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不接受？不接受你的抽离动作才有可能付出，对吧？2条路只能走一条，你们这种又是你想追别人，你想哈着别人，结果一哈上去之后，然后呢前面又没搞什么，刚开始在一块没几天，马上开始开口，你哪位呀？对吧？这种时候你就别想这男的还能给你付出了，因为在这男的眼里你就不值，你就 low， 而且又没感情，而且没有损失厌恶，他该占的便宜也占完了，对不对？你们总是有人怪我把个男女之间的事儿啊说的特别的赤裸，是吧？哎，怎么就不能面对现实呢？非要在那吹泡泡，吹泡泡到时候就损失的都是自己啊，损失的都是女生嘛，对不对？你们非要吹泡泡到最后有什么用呢？
非要把那个爱情描绘的多么的伟大与神圣与美好，是吧？哎呀，男女之间的那种电光火石搞成那样子，然后把自己全部搞成个猪脑袋，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男人的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原来爹爹的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如果原来搞了半天，如果他的脑子跟我这样的话，他今天拿不到这个结果，是不是这个道理？他的脑子要是跟你们这样的话，他能当大苹果？他能做那么大买卖？他能吗？他要不是每时每刻的权衡利弊，他今天能有这个结果？你信不？那拿结果的不就是你了吗？来，当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然后呢，那个，我最后再说一下啊，没有学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宝宝们啊，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官方通道，好不好？不要相信别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 ，OK？ 找到我们的官方通道，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然后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对话。还有我们的那个哼哼哈10点半是线下的啊，是线下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问，好吧？好啦，今天就这样啦。那个投稿活动，现金投稿。哦，对，你们一定要在你们的社群里关注我们的那个投稿的活动啊！我设置了一个非常高额的奖池哦，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好不好？你们也可以翻翻我的圈圈，或者是看看我们在社群里面发的公告啊。我们有一个高额的一个投稿活动啊。